妈肚子饿，给口吃的吧。丈夫，唱歌，然后给口水吧。我说妈，你都饿了3天了，怎么还不肯松口啊？只要你肯说出传家宝藏在哪儿的，我呀就喂你粥喝。啊，传家宝？什么传家宝啊？算了，太公，你少给我装糊涂啊！你大孙子早就说过，他小时候就见过传家宝，是一对翠绿的玉镯子。他爷爷还说是从前宫里传的老东西啊。我今天就实话告诉你，你要么把玉镯子交出来，要么你就乖乖的在床上等我，等死吧你！哪有什么传家宝啊？小孩子瞎说的话可不能乱信啊！宋家真的没有什么传家宝啊！我呸！我的儿子怎么可能会骗我？还有你这个老肚子，等死到临头，你还嘴硬呢你！妈，爸的传家宝你到底藏哪儿了？这大嫂说有，那就肯定是有的呀。你若不肯告诉我这藏传家宝的位置，我也帮不了你呀。长官儿，你爸真的没留下什么传家宝啊？妈，这都什么时候了？老宋家祖传的家底儿，你就别藏着掖着了。你那2个孙子马上就要结婚，马上就需要2套房子、2辆车、2份彩礼钱，你不把家底儿拿出来，我上哪儿去凑这么多钱啊？丈夫，妈没骗你们，真的没有传家宝啊。老东西，别人家的母亲啊，都是巴不得自己孩子好。我们这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啊？摊上你这么个心思歹毒的吗？找我，你怎么能这么说妈？我拉着你们长大，一辈子给你们当牛做马，我哪儿对不住你们了？还不都是因为你！当年我上山干活摔断了腿，那时候去京师就能治好。爸当时都跟我说了，家里有钱，是你爱财公给把着钱不撒手啊，害得我腿瘸了一辈子，被别人嘲笑了一辈子，这辈子都娶不上下的女人。没有，我没有。妈，你害了2哥还不够，你还要继续害我们吗？黄婉琴，你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了，死到临头了还留一手。我告诉你，像你这么心思歹毒的人啊，注定不得好死，这都是报应，报应啊！女人就是赔钱货，迟早是别人家的人。凤仙能够嫁个好人家，让弟弟们沾沾她的福气，是她这辈子的造化呀。凤仙能够嫁个好人家，让弟弟们沾沾她的福气，是她这辈子的造化。黄婉琴，老子告诉你，我还没死，这个家还由不到你来做主啊！你敢不同意？
就打到你同意为止。妈，你谢谢了，妈。妈，你别吓我。我家，我家。只要你能醒过来，我再也不跟奶奶作对了。杀死我也嫁。这是凤仙，不行，凤仙，那是火坑，你千万不能嫁。妈，你醒了。我这是又活了，我的凤仙还活着。妈，当年婆婆为了1000块的彩礼钱，以死相逼，把凤仙嫁给了隔壁镇的傻子。我可怜的凤仙，嫁过去1年就受尽了折磨，最后活活吊死了自己。这一次，妈就算豁出命去，也不会再让你进那个火坑。妈，你别再因为我跟爸爸打架了，我自己愿意嫁。呸！说什么晦气话！我养的女儿，配得上世界上最好的女婿。只要妈还有一口气在，什么疯子、傻子、赖皮狗，都别想来沾边儿。哎，妈，来，坐，小心点啊！黄婉晴，你怕是被猪油蒙了心吧？你以为你姓黄，生的赔钱货就是皇室公主了不成？什么配得上世界上最好的女婿？老婆子告诉你，媒婆给凤仙指的隔壁镇的张峰，就是她命里最好的男人。妈说的对，哭什么哭啊？妈还会害我们不成啊？黄婉晴，你麻溜的去把户口本给我交出来，媒婆要看一下凤仙的出生年月，回头好找人合一下生辰八字。你放屁！宋春林，你要拿户口本合八字是假，想背着我偷偷把证领了才是真的吧？妈，你要是真觉得隔壁镇的大傻子张峰好，要嫁你嫁，我们全家人都不拦着。正好，你不嫌他傻，他也不懂得嫌你老。这些年你用来拿捏我的手段，回头改嫁过去拿捏自己的未来婆婆，想必也一样管用。你，黄婉晴，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是不是想造反呢？我是个人，说的当然是人说的话。要是真的听不懂啊，除非是老畜生。你，宋春林，你看看你娶回家的好媳妇儿，当着你的面都敢这么跟我顶嘴，骂我老畜生，可见他平时背着你的面是怎么虐待我的。宋春林，你今天要不好好扇他2个耳光，老娘我就不活了。妈，你消消气！黄婉晴，你个贱妇！哎，之前我妈说你仗着给我们老宋家生了4个儿子，背地里就对我妈不孝顺，我还不相信。结果你真的背着我虐待我老娘，老子今天一定要锤死你！爸，我求求你了，妈刚被你砸晕过去这么久，才刚刚醒过来，妈真的不能再打了，我求求你了。我给妈保证，妈绝对没有亏待过奶奶，而且妈刚刚只是为了我说的气话，你别往心里去啊。给老子滚开！你个赔钱货，从小你就想着你妈，你就是头养不熟的白眼狼。宋春林，你敢打我闺女，我戳死你！哎呦！杀人了！妈，我流血了！妈呀，妈！婉晴，
你这是做什么呀？两口子有话好好说呀，你怎么还动起剪子来了？你赶紧放下放下！死老太婆，刚才不还逼着你儿子打我的吗？现在知道讲道理了？妈，怎么了？你妈她疯了！我告诉你们，谁再敢打我闺女主意，我就跟谁拼命。宋春林，我是力气不如你，打不过你，但除非你不吃我做的饭，晚上不回来睡觉，否则我总有办法弄死你。还有你，狼心狗肺的死老太婆，我这么多年对你好，还背后编排我虐待你。我告诉你，以后你指使你儿子打我2巴掌，我就打算给你4巴掌。你儿子用椅子砸我1次，我砸你2次。你们不让我好过，那就谁都别想好过。有人在家吗？你瞎吗？满院子的人你看不见？哎呀，王媒婆来了，那个你们聊，我老了不中用了，先回屋躺会儿去。哎，宋婶，你别躲呀，咱们有什么事啊，当面说清楚。我今天登门呢，是按照约定，我特意来你们家取户口本的。男方那边呢，我已经谈妥了，户口本和剩下的1000块钱彩礼钱呢，我都带来了。哎，宋婶，你可别告诉我你们家还没有商量好，还没有做好准备吧？什么叫剩下的彩礼钱？这桩婚事我们老宋家压根就不同意，是你们一厢情愿。我们什么时候收过你1分钱彩礼钱？哎呦，我的腰，哎呀，要老命啊！哎呦，奶奶你没事吧？你脸都肿成这样了，还服什么服？万一又被那黑心肝的老东西讹传，说是你推倒的他，在家偷偷虐待他，你就算身上长100张嘴都说不清楚。凤娇啊，你赶紧去把你爸找回来，就说王媒婆过来了，找他商量你奶奶想改嫁的事儿。你奶奶太高兴了，情绪太激动，摔了一跤。这全村都知道你爸最孝顺了，所以你奶奶摔在院子里，到现在都还没起来，就等着他回来扶呢。哎，得嘞，哎呦，哎，妈！哎呀，妈，你怎么样啊？哎，疼！哎呀，你可千万别动，你赶快找个跌打师傅给我看看骨头。妈，刚刚我爸还在涂家婶子那里看牌呢，还是涂家婶子帮我爸包扎的伤口。听说我奶摔伤了，涂家婶子老着急了，赶紧让涂师傅过来帮忙看看。涂秀莲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哎呦，宋婶儿，你怎么躺地上了？老公，你赶紧看看宋婶儿呀，快！婶儿，你哪疼啊？腰啊！哎呦，哎，轻点！哟，伤着骨头了，快抬里屋去。哦，妈，哎呦，慢点！哎呀，这点啊！疼！你这些小兔崽子，帮忙啊！哎呀妈，慢点！哟啊！行了，这骨头啊算是正好了。一会儿我回家呀，配几副消炎止痛的草药，敷上2天，好好养着就行了。春林，你那媳妇儿是真要不得呀，心肠太歹毒了。哎呀，你快休了他吧！要黄婉琪天天在家虐待我，妈是半天都活不下去了呀！哎呀，真是家门不幸呐！妈，你也一把年纪了，当着王媒婆的面就开始扯谎，脸皮不臊得慌啊！
明明是自己摔倒的，偏要赖我们。你说我虐待你，那我还说刚才是王媒婆把你推倒了呢。你可别胡说八道哈，我可没有推宋婶，是宋婶自己不小心走路摔了一跤，她自己老了不中用，怎么反倒诬陷别人？宋婶做人得地道，可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我算了，你们老宋家的事，以后你们自己慢慢捋。宋婶，我今天要你一句准话，你是把户口本拿给我呢，咱们继续做亲家，要么就把之前的200块钱如数退还给男方。我呢，也就是一个牵线搭媒的中间人，婚姻不在，人亦在，你呀也别想让我难做。什么200块？啊，行了，咱们还是回去吧，剩下的都是人家的家务事儿，人家关起门来自然会处理，我们在这儿呀也不能过度干预啊。走吧。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要么把我老命拿去，要么找我儿媳妇拿户口本。咋的？你把我手中这一张按过手印的收据当一张废纸吗？宋婶，我王媒婆虽然不是你们3元村的人，但你们也别把我当软柿子捏。今天如果你们不给我一个交代，我明天就拿着这张收据去镇上派出所告你们，到时候你们可别说我不给你们留面子，亲家做不成，反而成仇人。哎呀，婉琪，好媳妇儿，你就答应了这门婚事。哎呀，算我求你了，你去把户口本拿出来。那200块钱，我真的已经还账了，我现在是确实拿不出来呀。行，那就嫁吧，我现在就去拿户口。哎，好媳妇儿。我还拿捏不了你。妈，傻丫头，又不是要你嫁，你着什么急啊？喏，户口。哎呀，这就对了嘛，女人嫁人呐，就是这么回事，跟谁过不是过呢？这咋回事啊？劳烦您回话，就说我们老宋家不介意多个傻爷爷，只要那边把日子定下来，啥时候来接人结婚都行。行啊，好你们3元村的老宋家，这是明摆着给我偷梁换柱，讹我200块钱呗。这事儿你跟我说不着，收你钱的又不是我，谁收的钱谁盖的手印儿，你找谁去啊？行，既然你们敬酒不吃，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我王媒婆说没半声，还怕你们老宋家这几个老无赖不成？我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抓你们去吃牢饭。哼，王媒婆，婉琪，妈，哎呀，你不能够眼睁睁看着我去坐牢啊，妈妈！哎，别啊！我们还钱还不成吗？哎呀，这还钱，王媒婆，还钱！哎，还钱！妈，你是不知道，我奶奶的账目箱子里不仅有好多钱，还有布票、粮票，还有一对碧玉镯子。那王媒婆走之后啊，我奶一边抹眼泪，一边跟我爸哭诉，说什么老宋家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都让我爸给败光了，值钱的就剩那一对老玉镯子了。我奶还说，你奶还说啥？没事儿，你妈我是铁打的，啥也不在乎，就当听个乐子。妈，我奶还说宁愿我爸跟你离婚，将来把这个玉镯子传给新媳妇儿，都不传给你。没想到啊，你奶还挺有骨气，
就是不知道你爸这辈子还有没有那个艳福了。上辈子他儿子可没活过明年。你吃过了吗？你大姐呢？我吃过了，我大姐在厨房刷碗呢。吃过了，那你吃饱了吗？没有，没吃饱。家里又不缺粮食，为什么不吃饱？妈，我一直没敢跟你说，奶奶私下给我和大姐定了规矩，一顿只能吃1碗，不让我们多添饭。她说如果我跟大姐多吃1口，爸爸跟4个哥哥就少吃1口。他们是家里的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吃饱才有力气干活。我跟我大姐是丫头片子，是赔钱货，多吃也是浪费粮食，将来也是要嫁给别人家的，饿不死就成。放他娘的屁！这个老钱婆，合着我每天起早贪黑，累死累活的伺候她，她居然背着我虐待我闺女。你也是，为什么不早说？是不是傻？我大姐说家里人多，就属妈你最不容易。奶奶是长辈，一个孝子大于天，谁要是敢不听话，那村里的闲言碎语都能压死人。所以我大姐跟我说凡事都让我忍一忍，让我懂得体谅你，关心你，心疼你。你大姐说你大姐就是个笨蛋，饭都不给吃饱还忍个屁，忍气吞声能当饭吃啊？走，妈现在就带你讨回公。奶奶，你既然受委屈了，他这个人啊一向蛮横霸道，我是最能理解你的感受了。咱妈千万不要为了这种人气坏了身体，不值得。这段时间呢，就由双儿为你做些有营养的东西，咱妈好好保护身体。哎呀，还是双儿孝顺，不枉奶奶平时心疼你们一场。妈，你不是在房间休息吗？怎么突然过来了？我不过来，不就要错过你们祖孙这番提起话了？哟，鸡蛋羹啊，这可是有营养的好东西。你瞧瞧你都饿成什么样了，奶奶心疼你，特意把鸡蛋羹留给你吃呢。黄婉晴，你到底要干嘛？今天没摔死我，不如你的意是吧？硬是要活活饿死我，你才顺心啊！妈，那碗鸡蛋羹是特意给奶奶准备的，你咋就便宜给凤娇了？不是我这个当大嫂的小气啊，她的长孙都舍不得吃，都要知道留给太奶奶。这凤娇嘴咋就这么馋呢？这今后可是要嫁到别人家去当媳妇儿的，哼，那还怎么得了啊？怎么一个两个都是受气包的性子？看来养孩子不能单单给口饭吃，还得培养好性格。尤其是两个闺女，要是真的愿意吃苦了，这辈子只有吃不完的苦。嘴馋倒没什么，一个人拢共就一张嘴，能吃多少？嘴欠才是真的讨人嫌。妈，你刚才是骂我嘴欠啊？是不是你嘴欠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后院的鸡都是我喂养的，鸡下的蛋也都是我收捡的，你不过就争了一下，也好意思拿着我的东西做人情，还背后编排我。妈，这鸡蛋糕也不是大嫂蒸的，我吃得出来是大姐蒸的。如今又没分家，我给奶奶吃个鸡蛋也要被说。我看这日子还不如把我们家三口分出去单过。日子就算是穷，也好过天天受这夹板气，让我心死了。黄婉晴，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全家上上下下就属你事儿多，对子女不慈，对长辈不孝，简直蛇蝎心肠！不许你这么说我妈，你这个坏老太太！宋凤娇，反了你了！我真是后悔，就该把你送到隔壁镇去给傻子生儿子才好。你给我等着！别听他胡说八道，他连自己100年之后埋哪都做不了主，更别说你的婚事了。宋凤娇，你妈今天就告诉你，以后你的婚事只有你妈能拍板决定，其他人
谁说了也不算。你气死我了！你看看，谁家有你这么不孝顺的儿媳妇？既然你整天把我黄婉清不孝顺挂在嘴边，我也不好让你失望。你不是背着我不让我闺女吃饱吗？那从今天起，你就顿顿都吃稀粥配酱菜。你儿仨不伺候了。你，宋春林，以后你就睡客厅吧。妈，你到底要折腾到什么时候啊？从你醒来后开始，你就跟中了邪一样，闹得家里鸡飞狗跳的。如今天都黑了，你就不能消停一下，让我安安静静好好看尾书？你个畜生！我看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妈，你居然敢打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小畜生！王媒婆跟你爸你奶在客厅商量着要把你姐嫁给傻子的时候，你咋不先吵？不知道出来说句良心话。你爸在客厅拿凳子要砸死我的时候，你咋不先吵？不知道出来拦一拦啊？我现在不过收拾几件衣服，搬几样东西，你就受不住了？还耽误你看书？我今天还就告诉你，这书你爱读不读。你要是不想念书了更好，家里还省了一笔开支。以后啊，你就跟你几个哥哥一起到后山去砍柴烧炭。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起这么早做什么？妈，你头上的伤还没好，需要休息。家里这点杂活，我一会儿就忙完了。来，剩下的交给我，你去坐那儿帮我看着火，陪妈说会话。妈，家里的衣服还没洗呢，我趁现在有空，我现在去洗衣服啊。洗什么洗？惯的他们，个个都有手有脚的。从今天开始，谁的衣服谁自己洗。哦，虽说你是大姐，但家里这些活人人都有份儿，你会干就行，犯不着事事都让你顶着。同样是女儿，你学学你弟妹贺双，该她干的活一点不含糊，不该她干的活半点都不沾手。双儿命好，嫁了一个会疼她、会宠她的好男人。什么是命？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妈，猪食熬好了吗？我去喂。你给我住手！那猪圈臭烘烘的，你一个小姑娘天天上赶着往那凑什么？白天记得把猪草打回来就行，以后喂猪这种脏活重活都用不着你插手。啊，这以前家里喂猪的活都是我跟大姐干，那我要是不干的话，家里这活不都给大姐一个人干，这不欺负大姐吗？又犯傻！家里就你们2张嘴吃饭啊？其他人就不能干活？家里5个男的，个个都有力气，难不成都是摆设啊？以后你们俩就负责打猪草，喂猪这种活就交给长贵。行了，都别愣着了，早饭还得等一会儿。来，先一人吃个鸡蛋垫垫。拿着。好吃。妈，我这么大人了不爱吃鸡蛋，这个鸡蛋留给耀祖吧。你吃你的，谁生的孩子谁自己知道心疼，用不着你当大姑的从嘴里省，他妈妈自然不会亏了他的嘴。你瞧瞧你自己，头发稀疏，皮肤蜡黄，瘦得干巴巴的，一看就跟贫血似的，还有心思顾别人。以后啊，每天早上1人1个鸡蛋，好好补补身体。哎呀，大姐你真傻，妈让你吃你就吃，你想那么多做什么？这回头要是让哥哥嫂子看见了，这才叫妈难做人呢。哎，快吃。妈，你吃。奶奶，饭做好了吗？我快饿死了。
姑、小姑，你们偷吃我鸡蛋，我要告诉我妈去。哎呀，怎么办？药祖发现了，妈，我赶紧把这半个鸡蛋给药祖吧，我去哄哄他。站住！哄什么哄？让他去告。你好好吃你的，妈给你们吃个鸡蛋还犯法了不成？凤娇，你去帮妈看着火，妈一会儿炒菜。我倒要看看谁敢拿这件事跟我闹。下。吃饭啦！吃饭啦！吃饭，快坐。哎呀，哎，这大清早的就吃这个，太清淡了。哎，你也不知道放点油叉或者是腊肉，你再不济你放个鸡蛋也行啊。妈，我爸说的对啊，今儿早上这菜啊太素了，这米饭蒸的有点硬。待会儿我们5个还要下地干活呢，这没点油水怎么顶得住啊？再说了，还有奶奶呢，啊，米饭这么硬，奶奶吃了也不合适啊。说的没错呀，我就是怕你们扛不住，所以特意把米饭蒸硬点，好扛饿呀。至于你奶奶，双儿啊，你不是对奶奶最孝顺了吗？以后奶奶的饭就由你负责了。凭什么呀？你放心，你是咱们老宋家的长孙媳妇儿，又生了耀祖这么个宝贝疙瘩，只要你好好孝顺奶奶，老宋家的那对传家宝，奶奶就算不愿意给我看一眼，以后肯定也愿意传给你。大哥大嫂，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难道是奶奶单独告诉你们的？那个妈，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什么传家宝啊，我都没见过呢。你不知道妈能这么说？我看你们就是想背着我们独吞传家宝。怎么跟你大嫂说话呢？妈，那个传家宝暂且不提啊，就今天早上，你在厨房里给大姐和小梅开小灶这个事情，你怎么解释啊？哼，就算常文、常武、常富、常贵他们4个是男人，哎呀，我是个外人，不如大姐和小梅跟你贴心。可耀祖是咱们家唯一的小孩子，嘿，你作为奶奶怎么就那么偏心，连一口鸡蛋都舍不得给他吃？黄婉琪，你太过分了！你再跟我大小声一句，拍一下桌子试试看。我是在跟你讲道理，好好的你怎么还急眼了？我在厨房给凤仙和凤娇开小灶，谁看见了？你就是拿我的鸡蛋去给姑姑吃，我亲眼看见的。哼，奶奶你偏心眼太透了，小心你老了没人养你，饿死你都没人给你收尸。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有心思考虑我老了有没有人管，会不会饿死？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今天你自己的小屁股会被打成几瓣吧！给我出来！小孩不懂事，妈，小孩给我出来！妈，哎，小孩还小，哎，走，给我出来！妈，给我趴下！我叫你嘴巴多，叫你人小心思恶，父母不教你，你奶奶我亲自来教。谁养的鸡，谁做的饭，多劳才能多得。你姑姑勤劳做得多，自然该多吃2碗饭。你人小下不了地，力小砍不了柴，喂不了猪，你还喂不了鸡吗？啊！叫你告状，妈！妈，耀祖他可是你唯一的孙子，你怎么能打他呢？就这么狠心啊？打他怎么了？孙子不学好，当奶奶的教训他，天经地义。今天就算老天爷来了，也挑不出我的脸。是啊，常文媳妇，你婆婆说的没错，棍棒底下出孝子，小孩子不听话就得好好教训教训。妈，你消消气啊！耀祖他知道错了，他这次再也不敢了。如果你真的生气的话，就打我吧，孩子还小，你别打孩子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啊？4岁的孩子懂什么？他之所以会说刚才那番话，都是你们这些大人背地里教的。我今天还就告诉你们了，
少在我眼皮子底下玩那些弯弯绕绕。我以后老了，就算捡垃圾讨饭，烂在大街上，也用不着你们来养。什么你的鸡蛋？那是我养的鸡，都是我的鸡蛋，我爱给谁吃就给谁吃。从今往后，你要是想吃鸡蛋，就自己出去挖蚯蚓，回家帮着喂鸡，干活才有鸡蛋吃。小小年纪不干活，还告状，还骂人，还想吃鸡蛋，你做梦！好，我今天就去挖蚯蚓，我多多的回家喂鸡，找奶奶换鸡蛋吃。行，那我以后就等着看你表现。等一下，长贵儿。妈，找我有啥事儿啊？你去后院把猪喂了，从今天开始，1天2顿都由你来喂。啊，妈，可是我不会呀。哎，妈，虽然我不会，但是我可以学嘛。哎，大姐，你快教我怎么喂猪。走。妈，我衣服呢？我刚才喊你，你没听见呀？听见了，喊魂呢。听见了，那你不应一声？我干净衣服呢，我在院里可没看见啊。你是不是没帮我洗啊？我下地干了一整天活了，累都累死了，我就想回来舒舒服服洗个澡，换身干净的衣服。你还装在厨房里听不见啊？你总在厨房里磨磨蹭蹭干什么呢？到底是喂猪重要还是你儿子重要啊？洗衣服呀，没忘呀，我的衣服不都好好在院子里晒着吗？那你就是忘了帮我洗了。我刚才在园里可看了没有？不信你出来看看。不用看，我知道没有。你昨天换下来的脏衣服都没洗，怎么晒啊？真没洗啊？真没洗，从今天开始自己的衣服自己洗。你凭什么不帮我洗？我大哥娶老婆了，我又没娶老婆。你冲进厨房大喊大叫，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不是你们宋家的老妈子。你有手有脚，衣服为什么不能自己洗？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干活啊？谁又是闲着的？贺双愿意帮你大哥洗衣服，那是你大哥对你大嫂好，让他心甘情愿的。你还真以为别人家的好闺女嫁过来就活该给你洗衣做饭啊？还好意思问我喂猪重要还是儿子重要？我喂个猪，猪还知道多长点肉，年底换钱回报我呢。我养你们几个畜生不如的东西，除了吸我的血，整天使唤我，哪一个维护过我、体谅过我，对我给我办点好？你们还真是猪都不如！我滚，别死到我跟前而已。可是我就2身换洗的衣服，妈，你不帮我洗，我今天晚上穿什么呀？再说了，你让我们几个洗衣服，你至少提前说一声啊！我又不是懒得不想洗。再说了，我这不是着急没衣服穿吗？你是蠢吗？你自己没有换洗衣服，你爸和你哥也没有啊？你就不知道张口问一问，借着穿1天啊？对啊，我知道了。又回来干嘛？我这不看这烧水桶怪沉的，你一个人拎到猪圈太辛苦了，我过来帮你搭把手。再说了，你不总说我们对你不好吗？我改还不行吗？我现在就帮你把桶拎到猪圈去。这小畜生的骨头还真是贱呢，莫非挨打还能上瘾不成？哎，行了，用不着你。你要是真想帮忙，就去把你四弟喊过来。我早上就说了，以后喂猪的活交给他。哦，我现在就喊老四过来。哎，不用喊，
我自觉认了。你这臭小子，脑子倒是转得快，知道穿你爸衣服。那是，这挨一天打和天天挨打，我还是分得清的。哎，妈，你做什么又要打我？我今天可什么坏事都没干。怕你不长记性，先捡捡皮。妈，我会改的。无所谓了，反正重活一辈子，我已经对这4个儿子没有任何期待。这是什么？哎嗨，没准是我爸以前抽稿烟用剩的纸。这衣服我爸都多少年没穿了，这东西肯定不是什么有用的东西。既然这件衣服都好多年没穿了，为什么口袋里装着的纸条摸起来手感居然像新的一样？难不成是最近才塞到口袋里的？要是普通的东西，随手往抽屉里一放便是了，也用不着翻箱倒柜，特意找出箱底好多年不穿的旧衣服，再放到这旧衣服的口袋里吧。除非这东西既重要又见不得人。我倒要看看这张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死男人拿凳子砸我那天，居然在县城花199买了个黄金手镯。他买给谁的？哎呦，宋婶儿，你怎么躺地上了？老公，你赶紧看看宋婶儿呀，快！哎，妈，你看啥呢？这纸到底什么纸？哎，看啥？猪喂完了？我看一下都不行。猪喂完了，他们吃的可好了。没想到这养猪还挺有意思的。哎，妈，既然你把这养猪的活交给我干，要不我们干脆多喂养几头？那猪草谁打？喂猪的糠和骨粉哪儿来？难道天上会掉下来啊？哎呀，妈，我听涂师傅说了，现在外面有一种猪饲料，可好了。买猪饲料养猪，不仅能省下砍猪草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这猪天标长肉又快。要不咱们也试试？宋长贵上辈子就不爱读书，一心想着做生意，始终认为我逼他读书是耽误他玩好些年才发财。这个年代猪饲料养猪还没普及呢，这小子才15岁，为了1天猪就想到了用猪饲料养猪的办法，难道他真的有些经商天赋？妈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买猪饲料喂猪，这主意一听就有前景。既然你喜欢养猪，那就好好养。哎呀，可惜妈现在身上也没钱，但凡妈要是有个200块存款，肯定把钱拿出来支持你干这事儿。哎呀，妈，你放心，这买小猪仔和猪饲料的钱包在我身上。嘿。哎，爸，你借我点钱呗，我想多买几头猪。我哪里有钱呐？还养什么猪啊？你要是有空，好好看书，多识几个大字，这才是正经啊！别整天琢磨那些没用的东西。养猪是他们女人干的事情，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不读书，待在家里面养猪啊？爸，你凭什么不答应啊？我妈都夸我，说我那路子特别好，一听就很有前景。爸，你要是不借我钱去搞养猪，那就是耽误我上进，耽误我们家发财呀！上进发财，我呸！就你这样啊，嘴上没毛，一看都办事不牢的样子，做你的春秋大白梦吧！我今天直白的告诉你啊，要钱没有，你早点断了这个心思。或者谁哄你的，你就找谁要去。早知道你这么抠门，傍晚的时候我就不应该给你洗衣服。你不支持我，我就找我奶要去。明天的衣服你自己洗，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了。
老子就知道你是个小兔崽子，没这么好心啊！在地里面干完活回来，又是帮忙喂猪，又是帮忙洗衣服的，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找老子要钱呢！不洗拉倒！就2件衣服，老子还不信了，就找不到2个人帮我洗了啊！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滚！我吃完了，慢慢吃。等一下，一会儿谁负责刷碗、收拾厨房？明天早上又是谁负责做早饭、午饭和晚饭？妈，你闭嘴！哎呦，姐，别大包大揽的，妈有自己的安排，听妈的便是啊。媳妇儿，要不……妈，你这是干嘛呢？就这点小活儿，你抬抬手就做完了，何必刚吃完饭就来为难我们呢？常父说的对，就几件小事，你抬抬手就干完了，也值得你拿到桌面上来说。你嫁到我们老宋家20几年了，日子不都是这么过的吗？就因为前些天我们2个吵架话赶话，我一时冲动用凳子碰了你一下，你就开始撂挑子了。你也是当奶奶的人了，一点度量都没有，怎么的？日子不过了？行啊，那就不过了。还我钱！你干什么？你这是谋杀亲夫！我他妈！我不过是不小心碰倒了酒瓶，溅到你身上而已。你一个大男人，生什么气啊？做人那么小气干嘛呀？哎呀！你先把凳子放下，有什么话好好说，非得动手不成？哎呀，不就是做个饭刷个碗吗？你要是觉得你干了20几年干烦了不想干了，就他们几个孩子轮流着来干。你们几个也真是的，长这么大了也不知道帮你妈妈分担一下家务。从今天开始，奉献那个。周1你就做饭、扫地、刷碗，周2就常文，然后是双双，以此类推，都听清楚了吗？爸，那星期天呢？婉琪，星期天要不还是你来吧？毕竟咱俩也是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啊，对不对？那你咋不让你妈来呢？婉琪，你真会开玩笑。我妈不是摔伤了，现在还在病床上躺着吗？她要是能够干，我也不会坚持让你来干啊。你妈摔伤了下不了床，难不成你也摔断了脊梁骨啊？你刚才也说了，洗衣、喂猪、做饭、刷碗，都不过是抬抬手就能干完的小事儿。怎么，你的手是彻底断了，还不起来了吗？黄婉琪，你15岁就嫁给我，难道你不知道老子压根就不会做饭吗？你当着孩子这么说，你是故意为难我？你跟谁自称老子呢？活了40多年还不会做饭，当了40多年的米虫，很光荣吗？谁生下来就会做饭？不都是后面学的吗？怎么？全家就你宋顺林金贵，忙时干干活，闲时抽烟喝酒打牌，样样来，还在外面搞。周日你不做饭也行，那就出钱，5毛钱1天，看看谁愿意接手。爸妈，我不是贪图那5毛钱啊，我是觉得咱们爸活了大半辈子，现在来做家务也不太现实。这样。我是长嫂，这星期天啊就让我来。那个我也不好收那个爸5毛钱嘛，那个钱就留给咱们耀祖买点东西好好吃一下，他正长身体呢。爸，想必你也不缺那点钱，能接受吧？
行，那就这么定了。哎，今天不是星期天吧？我们请啊。妈，哎，妈，那3个鸡蛋啊，是我给奶奶和耀祖煮的。哦，还有肠丸，最近春耕就是要干活最卖力，都累瘦了。宋家是遭荒了吗？难道全家就剩3个鸡蛋了？你煮你的，我拿我的，自己煮少了怪谁？嘿，我真闹心。婉晴，不得了了，你赶紧去河边看看吧，你们家凤娇和涂秀莲又在河边打起来了。啥？你个死破鞋，背地里乱搞破坏别人家庭不说，大白天的居然还要帮我爸洗内裤，你们不要脸，我妈还要脸呢！看我今天我不捶死你！给我住手！黄婉晴，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们母女的！我呸！敢欺负我闺女，你以为老娘怕你啊？有本事你就来找我，我随时奉陪。老娘生了4儿2女，你敢动老娘一根手指头，看他们不拆了你涂家的祖坟结茅坑！宋凤娇，你这个小蠢货，做事之前动动脑子。你刚才那一棍子要是真敲下去，敲出个好歹来，他有无儿无女，万一后半辈子都赖上你，让你养，我看你怎么办？我养就我养，打死了算我的。谁让他搞3搞4破坏别人家庭？涂师傅的衣服他不洗，跑来河边当好人，不仅要帮我爸洗衣服，还要帮他洗内裤。他喜欢跟你爸洗内裤，你就让他洗呗。涂师傅都不介意，咱也大度点儿。毕竟世界这么大，总有一些人有些奇奇怪怪的爱好。妈，你懂什么呀？每天就知道闷头干活，忙来忙去的跟头倔驴一样，累死累活，被人挖了墙角都不知道，气死我了！好啦，别哭了，都空着肚子忙活一早上了，不饿啊？来，先吃一口，垫一垫。你呀，别那么冲动，有些事发生了，你也改变不了，何必为那些人掉金豆子？不值得。我不是替他们不值，我是替妈不值。有啥值不值的？怎么？难道你还知道些什么秘密？傻孩子，你是我生的，难道还有什么话是跟我都不能说的？宋凤娇，你个丢人现眼的赔钱货，赶紧给老子滚出来！你居然敢在外面胡说八道，败坏老子的名声，老子非撕烂你的嘴，划破了你的皮！妈，肯定是涂秀莲那老妖精跟我爸告状了，他今天不得打死我！乖，你先回房间躲一会儿，剩下的事别管了啊！快去！哎，你个小杂种，老子叫着你还敢跑？个小杂种，赶紧给老子开门！我让你在外面胡说八道，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你喊谁小杂种？宋春林，你个老畜生，你再喊一遍试试！老娘告诉你，你敢动我闺女半根手指头，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黄婉晴，你现在就是一个疯婆子，你到底还讲不讲道理啊？你是不知道，宋凤娇今天早上在河边，看到村里面这么多的人面是如何编排他老子的。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当时就在现场。你当时也在？哎呀，婉晴，我和涂秀莲之间是清清白白的，你可千万不要听村里面那些长舌妇乱嚼舌根子。清清白白，他都心甘情愿替你洗内裤了，还清白？你平时没事就跑去涂家打牌，怎么解释？我就是打牌而已啊！哎，村里面这么多人看着，还能够干什么？要什么解释？白天打牌倒确实说得通，
不过这10几年，每逢涂师傅有事离家出远门，你就早出晚归的，又怎么解释？就是碰巧遇见了牌局，你可不要胡说，凡事都得讲证据。宋春林，你真当我手里一点证据都没有？你少糊弄我，你有什么证据？别以为自己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今天早上涂秀莲全都跟我说了，她说你前脚收了王媒婆200块，后脚就去给她买了个金手镯。不仅如此，涂秀莲说你还在背地里答应她，将来把宋家的那对传家宝也送给她当定情信物。你就说是与不是？涂秀莲这个蠢婆娘，怎么嘴上没个板儿，什么话都跟个黄婉琪说？哎，你完全现在就是不讲道理，我懒得跟你解释，你自己在家好好的反省一下。爸，哎，你刚才说什么？金镯子、玉镯子？嘿，老子和你们妈说话，关你们几个小兔崽子什么事啊？你们厚着脸皮偷听就算了，现在还好意思来质问老子？我们还没分家，老子仍旧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我说什么做什么，犯不着跟你们解释。哎，爸，话可不这么说啊，常文可是家里的长子，向来是要给你们养老的宋宗传宗接代的。这不管是金镯子还是玉镯子，只要是宋家东西，常文是最有资格过问的了。嘿，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还敢在老子面前叫嚣？好，涂秀莲手上戴的金镯子，就是老子送的，怎么样？你们能够把我怎么样？宋家祖传下来的翡翠手镯，将来就算是老子带到棺材里面去，也用不着你们来指手画脚。一群不孝子，都给我滚开！妈的，滚！分家！宋常文，我要分家！你这家又穷又不讲理的日子，我一天过不下去了。你要是再不分家，我马上带着要走去有个商量，我死给你看！我死给你看！全是人干嘛呢？别闹！妈，这可咋整啊？去把你姐喊出来。啊！姐，妈喊你！其他人拿上家伙事儿，都跟我走。去哪儿了？媳妇儿，我这个屁呀！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你这个傻瓜，你妈兜里比脸还干净，你听她话有什么用啊？眼看你爸是靠不住了，你有那闲工夫跟着你妈屁股后面上蹿下跳的，还不抓紧时间趁3个弟弟不在家，好好抓紧机会孝敬咱们奶奶呀！你这个傻瓜，咋想的呀？这臭娘们儿！哎呀，那是谁要惹着黄万琴呢？哎呀，谁知道呀？村里现在谁不知道？黄老太啊，最近脑筋啊有点不太正常，谁还敢惹她呀？保不齐是到涂秀莲家里去了。哎呀，还真的是往涂家方向去的。哎呀，这下可有好戏看了！快走！凤仙，你去拍门，用力拍。啊！哎妈，我去吧，我姐拍门声比蚊子都小。自己的事儿只能靠自己。凤仙，你去，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有妈和弟弟妹妹们在背后给你撑腰，怕什么？有人在家吗？哎，我那个，妈，有刀！不是，黄大姐，您带这么多孩子过来，您这是？涂师傅，我敬重您是个好人，本不想麻烦您，但我确实有点重要的事儿需要当面找涂秀莲谈，麻烦您把她喊出来。我们就不进去了。那行，那你们等着，我这就把他叫出来。
琴，来这干什么？莫非故意带着人过来看我笑话不成？哎呀，看来涂秀莲被挨打了。活该，他呀，趁涂师傅在家时啊，到处勾搭野男人。他不挨打，谁挨打呀？涂秀莲，几天前宋春林拿着卖闺女的200块钱，在县城花199买了个龙凤呈祥金手镯，他当着全家人的面亲口承认说是送给你了。我今天带着孩子们过来，就是为了要回那个金手镯。我不管你跟宋春林在背地里关系有多好，他哪怕是卖血卖肾换钱给你买金手镯，我都不在意。但他拿着卖闺女的钱给你买东西，我第一个不答应。别说是个金镯子了，就算是根针，我今天也得要回来。涂秀莲，你不是跟我说这镯子是你爹留给你的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哎呀，当家的，你听我给你解释呀。这个镯子真的是我爹留给我的，你别听这个黄婉晴胡说八道。今儿早上他跟我吵架没吵赢，他就欺负咱们夫妻没有儿女，所以故意带着他的儿女来咱们家示威欺负人呢。但凡见过我戴手镯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龙凤呈祥的金手镯，这个金子上没有写名字。黄婉晴他就认准了这一点儿，就故意上门来刁难咱们，你可别上当啊！凤仙、凤娇，你们俩是闺女，给妈认真听着。这个金镯子今天若是能要回来，那是最好的结果；若是要不回来，涂家硬要昧一下，那妈今天也得给你们做个榜样。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要怕，只要你们兄弟姐妹齐心，就没人能欺负得了你们。那个黄大姐啊，咱们相亲这么些年了，你们应该了解我这个人的脾气秉性。我这人不贪财，不论如何，没人亲眼看见你们家宋春林亲手把镯子交到我媳妇手上，你这张收据也说明不了什么。就算你家男人买了一个差不多的手镯，也未必是送给我媳妇儿，这或许他是送给本村或者其他村的什么小媳妇儿呢。妈，涂师傅说的对，你仅凭张收据和爸在院子里说的几句气话，就这么武断硬气的说涂婶手上那个金镯子就是爸送的呢？咱们说话做事儿还是得讲证据，凭道理是吧？混账！你这个逆子，胳膊肘居然往外拐，自己想当好人，就公然背弃亲妈和嫡亲的兄弟姐妹。你这种东西放在战争年代就是汉奸走狗，是会挖自家祖坟的畜生。妈，我说错什么了？你凭什么动不动就打人啊？还好意思问我说错了什么？凭什么打你？事情还没搞清楚，你就敢下定论说你妈武断，没证据没良心，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顶撞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自私自利。我用巴掌打你都是轻的，我就该用扁担把你往死里揍。哎，妈，你冷静点，你不管三哥犯了多大的错，你等回家再揍他也不迟啊！哎呀，算了吧，妈，这么多人看着呢啊，咱们等金镯的事情搞清楚了啊再说吧啊！放！行，凤娇，去把村长和大队长请过来，就说咱们这儿有重要的事儿，需要他们帮忙做个见证。好。那个黄大姐，我突然想起来，今天还有事儿，我这马上就要出门。你看，这金手镯这物件是个死物件，它也没长腿，自己不会跑。要不然这样，过2天，咱们两家一块坐下来好好吃个饭，专门说这个事儿，你看行吗？不行，物件是死的，但人心是活的。这件事儿今天必须有个结果，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绝对不能这样含含糊糊、不清不楚的。那怎么回事啊？所以黄大姐的意思是你有办法分辨这个金手镯的出处以及谁在说谎是吗？没错。那既然你都有办法分辨，为何不直接双双对峙，还要这么麻烦把我们俩叫过来？是。大队长，您别嫌我麻烦。原本我带着儿女们来找涂师傅和涂秀莲对峙，是因为看中涂师傅的人品，相信他不会偏袒自家婆娘。谁曾想，在远近亲疏面前，
人品贵重如涂师傅，也不能免俗，心里偏向自己的家人。涂秀莲就是在撒谎，她手上戴的那个金手镯，并不是她爸留给她的，而是我家那个死男人在几天前收了王媒婆的部分彩礼钱之后，专门去县城给她买的。大家若是不信，不如让涂秀莲讲一讲，她那个金手镯样式是找县城哪家金铺打的，可有收据？就是我爸随便在那个县城找了个金铺打的，根本就没收据，是吗？那我问你，你手镯里面那圈字母和数字代表了什么？你爸告诉你了吗？或者说，那金铺的打金师傅可有告诉过你？这个字母和数字什么意思啊？哦，黄怀琪，你别想讹诈我啊！这个手镯里面的字母和数字啊，就是普通的纹饰罢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村长，整个三元村，我黄婉晴最信任的就是您和大队长了。这是几天前宋春林去买黄金手镯的收据，还请您二位帮忙做个见证。这收据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手镯的款式、名称、圈口、尺寸，还有独一无二的刻数钢印。只要涂秀莲把手镯摘下来，由您二位帮着鉴定一下，就知道谁说的是真话，谁在说谎了。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镯子摘下来！还真是一模一样。没错，这镯子的款式、克重还有圈口大小都能对得上。涂秀莲，你还有什么话说？这个宋春林送给我的，又不是我偷的。你还不闭嘴！老子这么信任你，你竟然趁我不在家的时候给我戴绿帽子！村长，既然认定了这镯子是老宋家的，那就物归原主。我师父从小教导我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万万不能拿。这么多年，我也是凭自己本事吃饭，从来不偷鸡摸狗。黄大姐，对不住了。既然确定这东西是你们家的，不亏心你就拿回去。亏心？就算是亏心，那个人也不是我。村长、大队长，既然事情搞清楚了，那就物归原主吧。辛苦您二位特意为我们主持公道而跑一趟。不辛苦，不辛苦。你这个王八蛋！你还我手镯！你还我手镯！你还我手镯！你从小就偷学我爸的手艺，长大了你把我爸气死了，还把我们的家财霸占了，你还冤待我，还打我，还欺负我，你把老娘逼急了，老娘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跟你说，你还我手镯！你还我手镯！住手！既然事情都已经搞清楚了，还闹什么闹啊？要打架，你们在家里边关起门来打，别把孩子们给带坏了。都说百年修得共枕眠，你俩啊就好好过生活，别瞎折腾了。涂师傅啊，真可怜，那么能干又好脾气的一个人呐，居然娶了这么一个红杏出墙的母老虎当媳妇，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呀！走。你这个王八蛋，你以为老娘怕你啊？你还我手镯！你还我手镯！你还！妈，我感觉那个涂秀莲，她好像还挺可怜的。那两口子呀，就是烂锅配烂盖，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妈，你为什么这么说呀？他要是干脆利索的把金镯子还给咱们家，我倒敬他是条汉子。若真是个好脾气的，有本事当一辈子缩头乌龟，偏偏便宜想占尽，绿帽子又戴不起，背着人的时候把老婆往死里打，人前却装出一副受气包的样子。我看这男的呀，就是为人阴险，心比刀冷，这种人坏事做多了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走。妈，你们咋这么快就回来了？还藏什么？我们又不瞎。哎，三弟，你这脸咋肿了？那个厨房里有香油，消肿止痛的，给你抹点。也好，
长风，莫非你刚才跟妈出去一趟，还真把咱们爸送出去的金镯子给要回来了？啊，要回来了。嘿呦，要不说姜还是老大呢。哎，三弟，你不是之前一直想去县城找那个花炮厂的司机师傅学开车，但是缺钱缴费吗？啊，大哥和大嫂商量好了，愿意借我一点。哎呀，你这话说的，我跟你大哥又没分家，手里哪来的钱？况且啊，还养着耀祖这么个吞金兽，我们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你又不愿意借给我，那你还提这茬干什么呢？三弟，你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呀？刚才家里要回那个金镯子，可是值199块钱。咱们4个兄弟要是平均分一下，每个至少能分得个40块钱。虽说40块钱啊，你用来交费还差点，但是到时候咱们4个兄弟互相凑一凑，那还不是够了？也对，那我回头去找找妈，念叨一下这件事儿。凡事趁早。我看妈最近啊是被大姐和小妹迷的是团团转，咱们4个若是再等等，没准被他们2个悄悄给灭下，到时候呢，金镯子就是他们的呀。哎，大嫂不是为了挑拨你们兄弟姐妹的感情啊，你知道大姐和小妹终究是要嫁人的，这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到时候金镯子到他们手里了，那不是便宜别人了吗？行，我今晚就去找他。妈，我想娶媳妇儿。你奶还没死，你爸才是一家之主。这种大事儿，去找你奶跟你爸拿主意。爸，我想娶别问儿子，老子没钱，要问你奶去。别来找我，我那点棺材本啊，全都拿去买金镯子了，现在在你妈手里攥着呢，你去找她。妈，我想学开车，听说花炮厂的司机1个月挣的可多了，我想试试。我挣了大钱，我保证先给家里上交，等有了钱，咱们干啥干不成？哼，说的比唱的好听，鬼才信。上辈子买地凑钱供你学开车，赚的钱全拿去花天酒地，不但1分钱没往家里拿，还变着法儿的跟家里哭穷。小白眼狼，想让我出钱，做梦去吧！长风，你非得这个时候跟你二哥争是吧？你想学车什么时候不能学啊？非得这时候拿你二哥的彩礼钱去交学费啊？你想学车啊，这事儿咱能等。那你二哥成家，那外头姑娘能等吗？二哥，你这话说的可真难听。咱妈什么时候说过这笔钱给你当彩礼钱了？啊，凭什么让我等？又是谁家的姑娘等不了？不等拉倒，那说明和我们宋家没有缘分。等咱有了钱，谁家的姑娘娶不了啊？多吃点儿，不吃饱了怎么有劲儿干活？快吃！耀祖啊，你奶说的对啊，咱们要多吃点儿，才有力气给家里干活啊！搞笑了，一个4岁的小孩子能够给家里面干什么活啊？哼，馋就是馋。亏你还是当爷爷的人，4岁的孩子吃2块腊肉怎么了？虽然耀祖才4岁，但他已经知道早上起来先去鸡窝帮家里捡鸡蛋，白天也会挖蚯蚓喂鸡，不像有些老不死的，自己的3个儿子还没娶媳妇儿，还都一事无成，他就先掏空家底儿，拿闺女的彩礼钱去买金镯子养破鞋。哼，该我了！哼，花万钱，我们宋家是缺你吃了还是缺你喝了啊？我不过是犯了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会犯的小错误。哎，花万钱，你不是都把东西要回来了吗？你还要抓着这个事情不放，有意思吗？把家里闹成这样，哼！不怪你，倒怨我把日子闹成这样。你脑子没病吧？你脑子才有病！我才40岁，是个如日中天的男人，我有正常需求嘛。你自己也不照照镜子，自从你生了6个孩子以后，你看看你，反而还瘦不拉几的，要啥没啥，还像个母燕菜一样，哪里有一点女人的样子嘛？你再看看人家涂秀莲，哎，你们2个岁数差不多，她还比你小几个月，那才像个女人嘛！宋真林，你现在就去死！冷静！
个老畜生，臭不要脸！我15岁就嫁给你，为你生儿育女操劳一辈子，你不仅没有半点良心，居然还嫌弃我，骂我是母夜叉。难怪你上辈子是个短命鬼，活该！坏事做多了都是你的报应。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我等着你明年不得好死！疯了！你妈彻底疯了！黄婉晴，你不要以为给我们宋家生了4个儿子就了不起，你3番4次的打我，老子要跟你离婚，非离婚不可！离！谁不离谁是畜生，谁不离谁不得好死！你黄婉晴！妈，爸那脾气你也知道，你别往心里去。大不了就跟隔壁赵婶说的那样，有他当没他一样过，咱们过好自己的日子。你看，如今我们姐弟几个也长大了，家里的杂活还有上山下地的重活，我们都能料理得很好。你也该歇下来享享清福了。妈，谁心疼你，都不如你自己心疼自己。行了，你先出去吧，我一个人静静。看来宋春林那个拎不清的蠢货说的没错，宋家祖上确实传下来一对翡翠手镯，但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上辈子宋春林和老太太去世后，遗物都是我收拾的，根本没见着那对镯子。老太太只有宋春林一个儿子，肯定不会把镯子给别人。难道是宋春林早就背着家里人把镯子给了别人？凤娇，我的好妹妹，这大嫂知道你一向会说谎，你帮衬一下，劝劝妈，让她冷静一下。咱们爸妈是千万不能离婚的，不然咱们这个家就彻底散了。你帮衬。去。现在还没分家，2个姑子还没出嫁，3个弟弟没结婚，姑姑还爱搞破鞋。他们要是离婚，这烂摊子不全落在我头上了？可不能让他们离婚。妈，你渴了吧？我偷了奶奶的蜂蜜，给你沏的蜂蜜水，快尝尝。凤娇，快，妈知道你最机灵，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需要交给你去做。妈，你是不是想让我盯紧我爸，防止他在掏空家体去养外面狐狸精？聪明呀！你还记得宋家祖上传下来的那对翡翠手镯吗？啊，务必盯紧了。好，我也去了。大白天的，这宋春林又在搞什么名堂？哎呀，好柳儿，你看这个，来，哎呀，死鬼！当年你跟涂秀莲好的时候，还知道送他金镯子，怎么到我这儿了，就用一兜子破鸡蛋打发我？呸！就你这点诚意，我才不要跟你好。哎呀，好柳儿，你别急嘛。这几天我家那个疯婆子看他正眼，就这一兜鸡蛋，我都是特意等他出门了才敢进厨房拿的。哎呀，好柳儿啊，我这么的在乎你，我家又没有养几只鸡，我吃鸡蛋都费劲，不然才不会干这种丢格的事情呢。死鬼，就你知道说好听的话。哎呀，好柳儿啊，我告诉你，我家有一只祖上传下来的翡翠玉镯，那可是从皇宫里面流出来的宝贝呀，就连那个疯婆子都没机会看上一眼。前些天我妈摔伤了腰，她担心那个疯婆子趁我不在家偷偷的去翻她的香炉，所以呀，她已经把那个翡翠玉镯传给我了。等过些时候风声下去之后，我就悄悄地拿出来。哎呀，戴在你的手上怎么样？你该不会是在哄我吧？谁家祖上传下来的玉镯不是成双成对的，怎么到了你家里就变成一只了？还有，我可听说你前2天就被黄婉晴赶出来了，
你现在自己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要真有那宝贝，你藏哪儿啊？我才不信你的鬼话。哎呀，好柳儿啊，你这说的什么话？我这么的稀罕你，我怎么舍得骗你呢？这老话怎么说的？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那个疯婆子她做梦都不会想到我会把那个翡翠玉镯藏到她床底下的隔板里。你真的没骗我啊？你真的没骗我？哎呀，放心吧，心肝儿，我怎么骗你？来吧！哎呀，哎呦，好柳儿，哎呀，柳儿，哎呀，这个。这点火足够把附近村民引来了。不要脸的狗男女，我就让你们丢脸丢个够！哎，前面怎么冒烟？该不会是着火了？赶紧去看看，常文，一起去！哎，谁这么缺德，在这点火？哎，这庙门谁给拴上了？你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谁呀？谁放的火？里面有人！你都出去！那啥，常文，要不你先回家给你爸找身衣服穿上。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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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换洗衣服放哪了？常文啊，你爸他咋了？这大白天的，怎么让你回家拿衣服啊？他是不是下地的时候意外摔着了？是不是不小心落水了？他现在人怎么样？没事吧？哎呀，奶奶，这事别管了。哎呀，好孩子，你就跟奶奶说实话吧，奶奶没事的。你爸爸是不是伤得很严重啊？常文啊，虽说你媳妇儿给你和耀祖开小灶是我默许的，可今天一早上就少了18个鸡蛋，这也太过了点吧？现在可还没分家呢，兄弟姐妹之间还是得互相体谅一下的。啥18个鸡蛋呢？我媳妇儿今早上就煮了2个鸡蛋呢。常文，你是家中长子，今后你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你得好好管教一下你那媳妇儿。我平时看她吧，还像个好人，不曾想这才结婚几年呢，就学会偷家里东西，拿回去补贴家用了。奶奶，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啊。那是什么呀？总之，这鸡蛋不是我媳妇儿拿的。不是她还能是谁？我看她就不是一个好东西，整天偷奸耍滑的。是哪个缺德的王八蛋干出这种没种的事情来？活该他断子绝孙！老畜生，又骂什么呢？对方到底干出了什么事儿？你倒是先说出来，全家一起听听，我们也好帮你评评理儿。算了，他老子放屁！爸，你是不是又偷厨房鸡蛋送给刘寡妇了？你胡说八道什么？那兜鸡蛋是刘寡妇她自己主动拎来送我的。我胡说八道？爸，到底是谁在胡说八道？刘寡妇家根本就没有养鸡蛋，哪来的鸡蛋？爸，你都一把年纪了，能不能少干点缺德事儿？凭什么你干的这些事儿让我们小辈来背锅？个小畜生，你给我闭嘴！烦了你了！
老子才是一家之主，用家里面几个鸡蛋怎么了？还轮不到你在老子面前指手画脚的。分家！我要分家！这个家既然没有我说的份儿，我就带我孩子分家分出去过。这个小畜生说什么？我和你奶奶还没有死，你下面3个弟弟还没有成家，你就敢想着分家？哎呀！你说是不是贺双那个毒妇撺掇你啊？哎，他怎么就看不得我们一家人过好日子啊？是我说的。我呸！你少在我面前来这套，肯定是贺双那个毒妇在背后撺掇的。特安，今天我在这里警告你啊，以后你再敢提分家2个字，我就把你这个媳妇给休了，让你继续打光棍儿。分家这事儿我答应了，回头挑个好日子，直接请村长和同亲戚来家里帮着做个见证。疯了，疯了！我看你是彻底昏了头了。现在分家啊，常文一家3口出去，哎，这劳动力多，负担少，日子是好过了。可常武、常富、常贵他们3个将来结婚怎么办啊？还有我妈，老大媳妇儿分出去了，谁来照顾她？哎呀，黄婉清啊，我看你就像根搅屎棍儿啊！你恨不得把我们一家搅散了才好啊！哎呀，我们老宋家娶了你这么一个恶毒的女人，真是造了什么孽呀！宋春林，我活了近40年，见过不要脸的，但还真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帮着儿子们成家立业，不是你这个当爹的责任吗？怎么，你们老宋家生儿子就是为了一个帮一个啊？老大帮老二，帮完老二帮老三，在一起帮老四？那你这个当爹的是干啥吃的？是死了吗？你少咒我！咒你，我还怕脏了自己的嘴呢。贺双是我儿媳妇儿，不是你妈儿媳妇儿。她愿意伺候奶奶，那是孩子心地善良，又不是她的义务和责任。啊，对，你也说了啊，照顾我妈不是孙媳妇的责任，是你这个当儿媳妇的责任呢。我呸！还儿媳妇儿？早在你妈怂恿你离婚另娶，鼓动你搬凳子砸我的时候，她的儿媳妇就死了。她会有今天，哪怕烂在床上，都是她的报应。宋春林，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谁的妈谁来管，你孝顺你自己上，老娘不干了。分家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常文，你们2口子要是真想分家，现在就去通知村长一声，再跟组里的叔叔伯伯们约好时间，明天上午9点，摆桌分家。你敢！宋成文，你是聋了吗？妈叫你通知村长和叔伯，你还在这干什么？赶紧去，别耽误时间。贺双，哎，给我回来！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说吗？能不分家就最好别分家。一根筷子容易折断，10根筷子绑在一起就有力量。一家人只要齐心协力，才能办大事啊！村长，我们想好了，这个家必须分，无非就是分一下这几间房屋、后院的几分菜地、几头猪、几只鸡，还有屋檐下的2箱蜜蜂，宋家传下来的家底儿。真到了非分家不可的地步吗？婉晴啊，不看生面看福面，你得为几个孩子着想啊！我就是为他们考虑，这才想着先分家后离婚，否则呀，我这几个傻儿子辛辛苦苦挣的一点工分和粮食，还没进自己肚子，怕是就先被亲爹糟蹋一空了。与其全家所有人养一只蛀虫，倒不如大家分头努力，各自挣各自的前程，互不耽误。各位说句公道话，像宋春林这样当爹的，有把自己的儿子放在心上吗？无非是把他们当成亲生的长工罢了。村长伯伯，我愿意分家。我也愿意。
我也愿意吧。宋春雷，你是一家之主，这事儿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的看法很简单，宋家祖上留下来的只有一个穷字，没得分呐。黄婉琪想分家，好，这个老房子还有后面的菜地，家里面的猪啊鸡啊，黄婉琪他想怎么分就怎么分，随便他。无耻的老东西，不就是想独吞宋家祖上传下来的家业吗？算了，有本事的儿孙不靠祖宗也能活得好，没出息的不孝子就算守着祖宗家业，那也是个败家的玩意儿。既然宋春林不愿意分，那便由着他吧。若按他的命数，那些财产最多也就能再武1年。既然4个儿子想分家，不愿意养亲爹，老子就如了你们的愿，4个儿子全部分出去当过，以后要死要活随便他们。今天分家也好，离婚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丑话我要说在前面啊，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下地干活是把好手，但是家里面的细活我干不了啊。我妈摔伤了腰，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呀，我爹也不在，那只能够让黄婉琪来照顾。你先别说话，等你男人把话说完。春林了，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一点，我家凤仙和凤娇必须跟着我。嘿，他妈呀，心比天高，恨不得2个女儿嫁给皇帝。哎呀，要是让2个闺女跟了他妈，我就算死了，做鬼我也不安心呐！干什么？宋春林，你真是臭不要脸！我娘今天打死你这个老畜生，得掐死你不可！哎呦，放开！宋春林，你个作死老畜生！前几天差点把我的凤仙嫁给隔壁镇的傻子，现在居然还敢打他们俩的主意，谁不知道你是惦记2个闺女的彩礼啊？虎毒还不食子，你个死老畜生，你简直比老虎还恶毒！哎呦，你还干什么？你疯婆娘！打死你这个死老畜生！我掐死你！这怎么回事啊？闹成这样，这个家还怎么分呢？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来了，不就分个家吗？这还不简单？宋春林前面说的话我都赞成，但最后2点必须反过来。宋春林的母亲她自己负责赡养，我自己生的2个女儿都跟着我过，谁也别想来沾边。她管生她的，我负责我生的。我黄婉晴今天把话放在这儿，我的2个闺女凤仙和凤娇，今后若是想嫁人，彩礼钱我1分不留，全部当做嫁妆返回去。若是不想结婚，想跟儿子们一样单独立户干活读书，我也全力支持。哎呦，黄婉晴真是倒反天罡，哪有闺女出来单独立户的还读书？就是啊，可她不留彩礼钱啊，彩礼全部带回婆家，这不相当于娶她女儿不花钱吗？黄婉晴，老娘看你才是做梦，老娘不稀罕你服侍。我老儿子休了你以后，他自然会给我找一个听话的儿媳妇照顾我。但是宋家那2个赔钱货，你一个都别想带走。他们2个生是宋家的人，死是宋家的鬼。我呸！你以为谁稀罕姓宋啊？等我离了婚，第一件事就是给2个闺女改姓，以后就叫黄凤仙、黄凤娇。还有啊，我又没做错事儿，我给老宋家生了4个大儿子，我凭什么搬出去？这家必须分，婚必须离。但想让我们母女3个搬出去，想都别想！皇室，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你的孝道在哪儿啊？难道你嫁出门之前，你爹你妈就这样教育你的？皇室，这全村人都看着呢，你敢当着我们族老的面这上蹿下跳，你殴打家暴自己的丈夫在前，
辱骂自己的家婆在后，人前你尚且如此，人后岂不更甚？你这个女的，要放在过去啊，关在祠堂都怕辱没了祖宗，是要被进猪笼的。你说什么？敢不敢再说一遍？宋春林干的那点破事儿，全村有目共睹，难道不该揍吗？你不问因果，偏私护短，简直枉为长辈。现在都已经是新时代了，你居然还想搞旧时代关祠堂进猪笼那套毒害我们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看你是不怕挨批啊！族伯啊，现在我们还没离婚，我还敬您是长辈，尊称您一声族伯。说句不好听的，刚才我们争吵打架，您都一言不发。现在我不过是回了我婆婆几句嘴，族伯就坐不住了。族伯对我婆婆的事这么上心，不如您把她接回家，给她养老算了。黄师姐，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啊，当着这么多亲戚外人的面儿，你要再敢乱说，我撕了你的嘴！我有没有乱说？族伯你自己心里有数。哎，族伯，你还记不记得我跟宋春林结婚那天晚上，我公爹喝醉了酒，早早就被人抬回了房间，您却趁机偷偷爬上了我家2层阁楼，跟我婆婆2个人啊单独在阁楼上待了1个多小时才下来。您慌里慌张，边提裤腰带边下楼，结果在楼梯口被您的小孙子给撞见了。您的小孙子问：“你们在楼上咿咿呀呀的做什么呀？”族伯说：“在帮我家捉老鼠。”族伯，你没印象啦？你们别听黄氏在这胡说八道，这根本没有的事儿啊！我想起来，我家里还有点事没处理好，我想回去看看。既然他们2口子想要分家，强扭的瓜不甜呐，那分了便是。分，赶紧分！这叫个什么事儿？还不够丢人的？哎呀，婉晴啊，你婆婆今天有点不对劲儿，一直在你家门口贼眉鼠眼的，可别是憋着什么坏，你得当心点儿。成，我知道了。真是活欠鬼了！那东西跑哪儿去了？来人呐！家里遭贼了，快来抓贼呀！哎呦！给我站住！来人呐！抓贼呀！住手！你给我住手！黄婉琪，你个疯婆子，你看清楚了，那是你男人。你们2口子还没有离婚，我儿子回自己房间拿点东西，难道还犯法了？算哪门子偷？你少到外面胡言乱语，坏我儿子的名声。妈，你不是一个人在这晒太阳吗？居然知道宋春林趁我不在家偷偷撬开我房门的锁，在我房间翻东西，难不成你这后脑勺上还长了千里眼啊？这哪是晒太阳啊，莫不是帮着儿子在外面放风吧？你赵阿妹，你给我闭嘴！我们宋家的家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插嘴。嗨，既然是家事儿，那你们倒是回家里关着门说呀，跑到外面来嚷嚷，不就是让我们大家伙给他们评评理吗？还有，再说了，我家和你家就1墙之隔啊！你儿子今天能跳墙到这儿来，那明天保不齐还跳墙到别人家去呢。有儿子在家里偷东西，老娘在外面放风，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我呸！
你气死我了！哎呦，我的老腰！哎呦呦呦呦，装的可真像啊！你也就糊弄一下黄婉晴这个大傻子，这要是换着我婆婆，天天在家里这么作妖，我早800年把她送到敬老院去了。妈，应该不会真的是在这儿替宋春林那个畜生望风，防着我提前回来，好通风报信吧？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在望风了？啊！别冤枉好人！我活了大半辈子，从来不说谎。今天呀，我就是坐在这里晒太阳，其他的事情压根就不知道。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妈，你说你从来不说谎，那我倒想问问，为什么分家之前你说你摔伤了腰，躺在床上坐都坐不起来，吃喝拉撒都要我跟贺双在床前伺候？可是1周之前我们上午才分家，您下午就能亲自下床去给宋春林做晚饭，那您之前不是说谎是什么？难不成分家还能包治百病啊？我都是被你们气好的。黄婉晴，你少在我面前胡搅蛮缠。咱一码归一码，你说我儿子趁你不在家翻院墙去你房间里偷东西，那你倒是当着大家的面说说看，你房间里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偷？你家里什么都没有，偷个屁呀！谁说我房间没有值得偷的东西啊？我上个月刚回娘家，跟我几个哥哥借了500块钱，那是给常武的彩礼钱，还有常福的学车费。香笼里还有我妈陪嫁的2个银镯子啊，还有从涂秀莲那要回来的金镯子。一会儿我回去要是找不见了，那肯定就是宋春林偷的，到时候你们娘俩就看着办。黄婉晴，你少忽悠人！你宋长文，赶紧带着弟弟们回家去一趟，你爸你妈又打起来了。啊？怎么回事啊？我妈是不是手痒了？不打架这日子过不下去是吧？你闭嘴！你怎么知道是妈手痒了？我看肯定是爸又干了什么讨打的事情。算了，就回去看看吧，走吧。当初你想嫁进宋家，我就不同意。看你那走路妖里妖气，跟个狐狸精一样，一看就不像个正经过日子的女人。以前你爸还在的时候，你每次洗完澡没事儿，总爱往你爸面前晃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贱蹄子在想什么。哼，年轻偷吃，老来发挥。若不是你这个贱货做初一在先，我那么好的儿子怎么可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你逼的。奶奶，你够了！怎么，只准你妈当着族亲的面编排我，还不许我骂她2句了？奶奶，我妈说你的这些事儿，有时间有地点还有人证。你编排我妈那些事儿，连个影子都看不见，全靠你一张嘴瞎编。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这么胡说，小心我爷半夜回来找你。我呸！你个小贱蹄子，还敢咒我？你看我敲死你！够了，听他放屁。黄婉晴，你想做什么？做什么？宋春林偷了我的全部财产，我当然是要讨回来。凤仙、凤娇，你们俩过来，跟我一起搜。常文、常武、常富、常贵，你们在门口看着。今天你们爸趁我不在家，偷偷翻墙偷走了我的500块钱，1只金镯子，1对银镯子。今天我搜这一趟，只要讨回自己那份儿。要是搜出来多的，证明你们奶奶和爸爸在分家的时候藏私了。你们都姓宋，要是搜出来多的，咱们就按人头再分一次家。好，走。哟，好家伙，见过婆婆翻儿媳妇房间呢，这儿媳妇搜过婆婆房间呢，还破天荒头一次见呢。这黄婉晴啊，说的没错，这宋老太母子俩欺人太甚在先，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这都把人家逼得没活路了，这能怪谁呀？就是，自家儿孙娶媳妇学本事，做奶奶的和做爹的不知事也就算了，人家黄婉晴自家压箱底的嫁妆和从娘家借来的钱，居然也想偷走，活该遭天谴。凤仙，你负责找房顶、房梁，还有各种墙洞、窗户缝。好。凤娇，你仔细找一下桌子下面、床底下，
千万别放过犄角旮旯，看看有没有隔板、小暗盒。没问题。好。难怪刚分家就敢做红烧肉，合着老宋家的家底儿全让你们娘俩昧下了。我是儿媳妇儿，是外人，不让我吃肉还能理解。可常文、常武、常福、常贵4个儿子，败家耀祖这个长孙，可都是宋家的血脉，难道他们也不配吃肉吗？黄婉晴，你下手这么狠毒，就不怕遭报应吗？你都不怕报应，我怕什么？找到了，这些银元是从房梁上找到的，用稻草捆成一提。我刚才乍一看，还以为是老鼠窝呢。当初分家的时候，你不是跟族里的叔伯和村长保证宋家没有家底儿吗？那这些又是什么？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啊，那就好。毕竟您向来都对外宣称自己从不说谎，可千万不能当众打脸啊！妈，金条，奶奶房间有金条，足足6块呢。哎，这么多金条！哎呀妈呀！哎，妈，爸房间这些东西，你打算如何处置啊？滚开，滚开！统统都给我滚开！这些，还有这些，全都是我的，你们别想打我的主意。哟，好家伙，原来这宋老太腰上是假的呀！这拄拐杖也是假的。奶奶，你自己跟我们说的，你家祖上3代贫农，你一穷二白嫁进我们老宋家，我们老宋家可曾亏待过你？你爷爷前脚刚走，你后脚就霸占老宋家财产，儿孙分文未分，你真的就不亏心吗？我亏什么心？我亏什么心？这些都是我的棺材本，你们谁都别惦记。常文啊，你领着3个弟弟先把奶奶请回房间休息，咱们再好好坐下来重新商量分家的事儿。好，去，快去！走。黄婉晴，走了。黄婉晴，你给我等着！小心点儿，可千万别伤着奶奶的腰。黄婉晴，凡事啊别做得太过。如今你这么对自己的婆婆，将来你也是会老的那么一天，你就不怕自己的儿孙也这么对你自己吗？就是黄婉晴，你今天这么重也太过分了。我要是你们啊，与其在这咸吃萝卜淡操心，不如回家瞅瞅，看看自家房梁上是不是也藏了宝贝。老宋家祖上传下来的东西，不管怎么分，也分不到你们手里，咋就那么爱瞎操心呢？行，走。今天妈房间少了1个金镯子、2个银镯子，还有500块现金，这些正好抵了。常文，剩下的所有东西你跟你媳妇儿来分，全部平均分成5份，你们兄弟4人各1份，我跟你爸还没离婚，合起来算1份。小妹，反正这里也没咱们什么事儿，咱们去割猪草吧。我不。大哥大嫂，我觉得今天桌上这些金银千两，我跟大姐也应该分1份。去，一边去！男人分家，女人凑什么热闹啊？什么叫凑热闹？这些东西都是我跟大姐一起帮妈搜出来的，我们凭什么不能分？我就要分！我跟大姐就算不是儿子，那也有功劳和苦劳。我告诉你们，你们今天谁要是唯独不给我和大姐分，那这破日子谁也别想好好过了。我看你们谁能活得出去！妈，你快管凤娇，男人分家，女人来掺和什么呀？说句让人笑话。是啊，你们男人分家，我一个女人在里面掺和什么？我劝你们呀，有时间内讧，倒不如快刀斩乱麻。你爸也快回来了，要是让他知道我们趁他不在家，掏空他的家底平分，他一气之下再把族长给请过来，那就……啊，对，妈说的对，咱们还是赶紧分吧。万一爸要是赶回来了，咱们一个毛都捞不到。那个大姐和小妹跟咱们是血脉相连，要分一起分。大嫂，你使什么傻呀？
没听出来妈是给大姐小妹在说话呀？要是咱们不跟她分，我一头爸跟妈闹起来，你面子说。那个钱跟银元分成6份，咱们4房各1份，爸妈和奶奶1份，大姐和小妹1份。至于这5个小金条，这5个金条啊，是宋家的传家宝，将来是要给宋家娶媳妇、传宗接代的，自然不能往外传。那个就分成5份，每份1个啊。那个大姐和小妹就不分了啊。这些金条都是我跟大姐一起找出来的，凭什么不能分？我要小说你们这。凤娇，你少说2句。行，我觉得12分的合适，就这样办吧。来吧，我要个金条。妈，咱们今天这么做会不会不太好啊？我看你是昏了头了，还去心疼一条毒蛇。你忘了那个死老太婆，还有你那不做人的爸，谋划着要把你跟你妹卖掉了。他们做初1，我们做15，没什么不好。可是奶奶年纪大了，咱们把她压箱底的东西都拿走了，她心里没人倚仗。瞎操心！你看你奶今天趴桌子那麻利劲儿，像是年纪大了的样子吗？什么叫掏空她的箱底儿？那些东西啊，本来就是宋家祖先留给子孙的，是被他霸占的，还留给他当倚仗。他倚仗多了就不干人事儿，整天骑在你们头上作威作福，没了也好。有人来了，看看去。妈，二哥、四哥，你们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黄婉晴现在在我们老宋家，那可真是肆无忌惮、作威作福啊！看，把我给打的，看呐，他可真是往死里面下手啊！春林，你放心，如果真的是我家婉晴错了，妈今天一定会为你做主。哎，谢谢妈。妈，喝水，喝水。说吧，婉晴，你们2口子怎么回事？那要看宋春林告的是哪一桩了。妈，你看我头上这个伤啊，还有我这脸上的青肿，还有我手臂上这个大窟窿，可都是黄婉晴干的好事啊！妈，当初您可说过，只要我娶了黄婉晴，您就会把我当亲儿子一样对待。您今天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婉晴，他说的是真的吗？你都多大的人了呀，连孙子都有了，2口子还闹成这样，大闹也没个轻重，真是太不像话。亲家母，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哈！你看你闺女把我儿子打伤成这样，都快残废了，还能说是打闹？我用词不准确呗。我们老黄家呀，祖上3代都是贫农，没读过什么书，说话也没文化，不比你们家。祖上还出过状元，当过地主，说话当然有水平了啊！啊，你们2个，我忙得很，家里2头老母猪，生了24头小猪，这几天呢正在断奶，我哪有闲工夫在那里陪你2个扯闲篇啊，打嘴仗啊？他先动手的。妈，哥，你们看，看我脑袋上这伤，就是宋春莲这个狗东西用凳子砸的。他跟我婆婆2个人背着我，要把凤仙嫁给隔壁镇张家的大傻子，换1200块彩礼钱。我不同意，宋春林搬起凳子就砸我，我当场就晕死过去了，第2天才醒过来。我刚睁眼，他又要抽我巴掌，是凤仙拼命拦在我跟前，替我挡下了毒打。我实在没法子了，这才拿剪子扎了他。你个畜生，居然还敢跑到我黄家来告状！那
那我后来我不是改了吗？我都开始好好的跟他讲道理了，可黄婉晴她还是死性不改，她动不动就殴打我呀。就拿今天这个事情来说吧，我和他还没有离婚，我回自己房间拿个东西，他拿起扁担就追打我，像话吗？你放屁！我们早就分房睡了，我房间哪还有你东西？你要是心里没鬼，何必趁我不在家，让我婆婆在门口望风翻墙进来偷东西呢？哎呦，婆婆跟儿子望风来偷儿媳妇儿的箱底，闻所未闻呐！啊，你们家呀，可真是有文化，家风正啊！哎呀，我是个大男人，也有脸的嘛！他黄婉晴把这个家搅得是支离破碎呀，他逼着几个孩子们分家，他自己把持着我们老宋家留下来的家底，一分一毫他都舍不得拿出来。哎呀，我若不是为了几个儿女，想着把这个家底拿出来，让他们也分一点儿，我才不会出此下策，把你请来了。果然啊，狗改不了吃屎。所以你的意思是，宋家的老底儿都攥在我手里啊？难道不是吗？这么多的银元金条、现金粮票，还有一堆价值不菲的翡翠镯子，不都是被你藏起来了吗？婉晴，你男人说的可是当真？哎呀妈，你是不是糊涂了？等我妹手里真有钱的话，那上个月还为娘家借钱做什么呀？对啊，妈，宋春林他就是放屁。宋家的家底儿要是真攥在我手里，那我上个月何苦还要厚着脸皮回娘家去借那500块钱呢？小妹借的钱不是还没筹齐吗？什么我？哎，你等等，叶伟先把话说完。常文，你进来。我去呀，大去。正好，今天当着你外婆和2个舅舅的面，你谁也不用偏帮，直接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就行。啊，爸，事到如今你怎么还不醒悟呢？我爷爷去世后，我根本就没有把。哎呀，别说了，我心口疼，喘不过气儿。宋长文，你要敢再往下说，就是要逼死我，逼死你亲奶奶！常文，怎么回事？你倒跟舅舅说说。你倒是说呀，我。宋长文，老娘辛苦生你养你一场，还不如当初养条狗。就算养条狗，它还知道护主，你简直白活了21年，连条狗都不如。进来，舅舅，我来说。我爷爷之前留下那点家底，1毛钱都没给我妈，全都被我奶和我爸2个人悄悄藏起来了。就连之前分家的时候，都1丝1毫都没有拿出来。我奶跟我爸还当着村长和组里长明面撒谎，说家里出了几间破房，啥也没得分。好你个吃里扒外的死丫头！我让你胡说八道，看老子不打死你！这你敢当着我们黄家的人打我外甥女，你太放肆！冯昭，继续说，舅舅在这儿，看谁敢动你！外婆、舅舅，你们是不知道，今天我爸偷了我妈的钱和金镯子，转身就往外跑，我妈拼命去追，我奶还死命拦着，我妈这气不过，才领着我跟我姐，当着族里长辈和村里人的面，砸了我奶房间的锁，也翻了我奶的房间。好黄婉晴，你趁我不在家的时候翻我妈的房间！岂止啊！我不仅翻了，而且还翻出了你说的金条、银元、现金、粮票，除了那对翡翠镯子，老宋家的家底儿啊，全让我翻出来了。你不是一直对外说我攥着宋家的家底儿不放吗？如你所愿，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重新分家，一股脑全给他分了。春林，春林，你怎么了，春林？
你们愣着干什么？找村医去！这是典型的气急攻心，我会治。陈花，赶紧打桶凉水进来。好，你们要对我儿子做什么？老太太，你放心，我的心情跟你一样，也要救我妹夫。来，把他弄出去。春莲，来，春莲，走。春莲，水来了，水来了，水来了！新鲜，新鲜，新鲜，新鲜！水来了，水来了！哎，新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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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舅，你干嘛呢？哎呀，住手！你看我爹都晕死过去了，你还打？你要他命啊你！新鲜，新鲜！常文，快救你爸呀！你愣着干什么？常文，哎，你看这个手滑了。哎，我说常文，你这个孩子，我在救你爸，你拉我干什么？爸！怎么回事？爸，真像那么回事儿，是演的太像了，还是真晕了？二舅，你别太过分了！好你个白眼狼！你爸拿凳子砸你妈，说你妈侵占家产的时候，你像个缩头乌龟一样啊！我现在正经的救你爸，你倒是心疼的很了。你瞧不上黄家的人，好，从今往后你别当黄家的门，我就当没你这个白眼狼的外甥。二舅，他提亲的二舅哪能不来往呢？这宋长文就是个傻子。二舅，你别生气了，等端午节到了，我们家三口啊亲自上门给你赔罪啊！宋长文，你还愣着干什么呢？赶紧把爸扶进去，换身干净衣服啊！一会儿催了，别让我看笑话。来吧，快进去，上去。你娶的那个儿媳妇啊，可不是个简单的人呐。你的事儿啊，你别管，自然有你的两个哥哥给你出头，他们会给你处理好的。你跟妈回房间去，我有事儿啊，想跟你聊聊。来，妈，坐。婉清，你告诉妈，你两口子为什么要分房睡呀？孩子们还没成家呢，你两口子却要分家了。感情淡了，过不下去了。他在外面搞破鞋，还不止一个，我看着他就恶心。哎呀，果然是这样。可是你们夫妻俩这么多年了，孩子都这么大了呀，真的就过不下去了呀。生活嘛，大家都是这样过，既然看不惯，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了嘛，忍一忍熬一熬，这辈子就过去了。唉，女人呐，真要走到那一步挺难的，妈不忍心看到你受苦。我不熬了，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就是要离婚。可是你要离婚，你要没那几个孩子，妈也就不说什么了。可是现在你那三个大小子都还没有成家呀，还没娶媳妇儿呢。你要离了婚，谁来管这三个兔崽子他们的个人大事呢？啊，你离了婚，你倒好过了，孩子们的终身大事谁管呢？他们将来会怪你的。爸爸妈妈总会走在你前头，以后你老了，你还得指望着你的儿子媳妇儿来孝敬你，给你养老啊。哭哭哭，有什么好哭的呀？离了那个男人就活不了了吗？妈，您不知道，前些天我被宋春林砸晕之后，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噩梦，特别真实。什么噩梦？在那个噩梦里，我提前过完了我的一辈子。宋春林死得早，您跟哥哥们劝我改嫁，我偏不听，要守着我婆婆和4个儿子当寡妇，孤身挑起这个家。我好不容易熬完了一辈子，送走了我婆婆，帮衬着4个儿子成家立业。可到了晚年，就因为我摔了一跤，摔断了腰，躺在床上，
对儿子们没了用处，他们就把我活活饿死在了房间里。乖女，别怕，别怕啊！梦都是反的，是假的。我不想再像梦里那样熬一辈子了。妈，您要是真为我好，就支持我离婚吧。可是，要离婚，你考虑个凤娇和凤仙他两个怎么办呢？我要是真为凤仙和凤娇考虑，就更得跟宋春林离婚了。要是不离婚，继续糊弄着过，宋春林和他那个不省事的妈肯定会对我两个闺女的终身大事指手画脚。只要彩礼给的够多，别说对方是傻子，就算是个牌位，那娘俩也能眼睛都不眨的让我女儿去嫁。我不能帮他们避开所有火坑，但至少能提前帮他们清除身边挖火坑的人。行，乖女，你想离婚就离吧，我不拦你了。妈就一句话，这娘家呀，只要爸爸妈妈还活着有一口气，自然有你一张床一口饭。你那几个小拖油瓶啊，什么时候带回家，都不会饿着你娘儿几个的。我知道了。妈，你跟小妹聊什么呢？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小妹，没什么事吧？没事了，还傻愣着干嘛？回家呀，又没有人留咱吃饭。回家。回家，好啊！你们黄家村的人厉害呀，带着人来打了三元村的人就想跑，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今天谁都别想走。你们长辈说话，有你晚辈回话的吗？你想要怎样？哎呀，没天理啊！哎呦，儿媳妇带着娘家人来欺负我们孤儿寡妇呀！哎呦，乡亲们，你们都快来评评理呀！他们欺负人呐！妈，你去干嘛？我帮你。去，把看热闹的都请出去，关门。好嘞。哎，回去，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回去，快，没看过是吧？回去。黄婉晴，这大白天的你关什么门呐？你是不是心虚，不敢让邻居他们来评理呀？老话说得好，家丑不可外扬。你们老宋家一向是不要脸的，可我们黄家还要脸呢。你个刁妇，有你这么跟婆婆说话的吗？你们黄家难道就是这样教女儿的？没家教！你说谁没家教？你敢再说一遍，你看我不撕了你的嘴！哎，妈，小气啊！咱不都说好了吗？何必再跟他们置内气呢？您今年都69了，万一再闪着腰可怎么办？您还没看出来呀？他就是故意的，就想讹上咱们家。哎呀，老头子啊，你好狠的心呐！你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个世界上遭罪受欺负呀！你要是在天有灵呢，就马上把我也带走吧，省得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遭罪。你们要干嘛？你不是想死吗？想死就赶紧调，反正我嫁到你们宋家也几10年了，离婚也不急在这一时半会儿的。你要是走得早，我再帮你送个终，也算有始有终。怎么还不动手？是麻绳不喜欢？等一下啊。要不用这个？哎呀，我头好晕，好晕啊！又晕，怎么就晕不够呢？还愣着干嘛？你不是最孝顺了吗？还不赶紧把你奶扶回房间，别瘫在这碍眼，看着都晦气。快起来！来，起来，走，妈，走。婉晴啊，
以后遇上事儿，记住，随便派个人回黄家村报个信，娘家人永远是你的靠山。知道了，妈。瞧宋长文那小子，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管他呢，反正以后我也不指望他了。好，娘走了啊。那您慢点啊。走了。慢点啊，哥。走了，有事说事。嗯。妈，你之前说答应我买猪饲料养猪的事儿，现在还算什么？你想干啥？妈，这外婆家的2窝小猪仔，不是要出窝了吗？我想买回来养。随你啊。随我，就说随便。耶！谢谢妈！外婆、舅舅，你们等我，我送你们回去啊！婉琪，你凑过来想干嘛？是不是想找死？哎呀，婉琪，你别急，先把剪刀放下，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有事说事，没事就滚。送给你，你年轻的时候最喜欢我送你的花了。宋春林，你脑子被门夹了吧？昨天还嚷嚷着让我净身出户，今天居然送我这种鬼东西！你是在花里藏了刀，还是在上面撒了耗子药？不！哎呀！我告诉你啊，少干这种没屁眼的事儿，省得我大半夜想起来还得爬起来吐。滚！啊！真的是，看什么看？是不是闲得骨头痒，想挨揍？婉琪，吃肉，我知道你最爱吃红烧肉，我知道你最爱吃红烧肉。奶奶，红烧肉好吃吗？奶奶，你是不是不喜欢吃肥肉？我可以帮你吃的。一坨红烧肉换50条蚯蚓，我给你记着数啊。好嘞，好嘞。婉琪，我给你夹的，你转手就给了孩子，这么大一块肉，我妈都舍不得吃啊。爸，耀子可是咱们家长孙，难道如今他吃块过夜的红烧肉都不配吗？孩子才4岁，屁事不懂，是奶奶心疼孩子主动给的。嘿，你一个当爷爷的，当着孩子和我们夫妻俩面这么说，你有意思吗？人家4岁的小孩都可以下地干活了，他还屁事不懂，我看就是人懒嘴馋。哎呀，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你都说3岁看老，我看他长大了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哎，我们不是都分家了吗？你们想吃肉啊，就自己拿钱，自己拿票去买，自己做自己的，别成天想着从别人的嘴巴里面抠吃的呀。行了，媳妇儿，既然耀祖想吃肉，咱们花钱自己买。是自己买。一天天的作死。妈，我爸这2天是怎么了？之前天天跟你对着干，这2天变得跟个好人一样，也不欺负你了，还想着法子逗你开心。你爸，哼，不是吃错药了，就是撞邪了。妈，我爸该不会是想改邪归正，跟你重归旧好吧？我呸！呸呸呸！认真做你的衣服，我跟你爸的事儿少掺和。哎呀，妈！哎呀，妈，你就告诉我呗，如果我爸真的变好了，你们还会和好吗？起来起来，23岁的大姑娘了，马上都要嫁人了，
还在妈跟前撒娇呢。回不去了，我跟你爸这婚是肯定要离的。再说了，你真以为你爸改好了？难道不是吗？屁！俗话说狗改不了吃屎，他现在这副德行啊，不过是缺个洗衣做饭伺候他们的人，想哄着我继续回去给他们娘俩当牛做马。我呸！他当我傻呀？哦，妈，如今我们兄弟几个也都长大了，你也辛苦了，从今以后你就顺着自己的心意过。做你的衣服。哎呀，婉琪，我的好媳妇儿，你别闹心了，你就让我搬回房间里面住吧。我的好媳妇儿，你别闹心了，你就让我搬回房间里面住吧。哎呀，媳妇儿，哎呀，救命啊，妈！哎，妈，你没事吧，妈？没事儿，睡你们的。你爸大半夜睡不着，来找我让我给他松松骨头。妈，救命啊！妈！啊！你个疯婆子，快放了我儿子！40岁都当爷爷的人了，还臭不要脸在外面沾花惹草，居然还敢舔着脸回来，趁天黑摸进我房间想进我的身。我警告你，再有下次，看我不一剪刀砍了！我看你敢不敢！黄婉晴，你个泼妇！夫妻之间床头打架床尾和，现在家也分了，你娘家人也来闹过了，事事都如了你的愿，你还要怎样？难道还要当着你儿女的面谋杀亲夫吗你？我们是合法夫妻，老子水里天经地义。哎呀，孩子都生了6个了，你身上哪一块皮我没有看过？还装什么黄花大闺女？又不是没睡过，你装个屁呀装！你无耻！爸，你还愣着干嘛？还不快走啊！快起来！哎呀！把你的臭鞋拿走！个刁妇，你还好意思说我沾花惹草？你怎么不反省反省你自己呀？当初那个海市来的那个知心，在后山草丛里面打滚，翻天覆地。哎呀，我宋春林头上的绿帽子比这个房顶还要高。我让你编排，我让你胡说！杀人了！放开我！我要弄死他！妈，你别闹了。你要是和我爸实在过不下去，就离婚，大家都安生。你说，这爸妈还真要离婚啊？真闹心呐！都闹成那样了，能不离吗？宋长文，你是不是傻呀？你想想，他们要是离了婚，这家里所有事情不都落在你那个长子头上了吗？虽说是分了家，弟妹的婚事还有爸爸和奶奶，最后还不是让我们来帮衬。那你的意思是？不行，不能让妈撂挑子不干，这婚不能离。哎，妈，我想了很久啊，本来这些话不应该是我这个当儿媳妇多嘴的。既然知道多嘴，那就闭嘴。妈，我思来想去，咱们都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尤其是啊，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是和咱们爸离婚了，万一冲撞了大姐的姻缘呢？你想说什么？我听听。妈，最近外公外婆是不是在帮大姐相中了一户好人家啊？你怎么知道的？哎，妈，我发誓啊，我绝对没有偷听，是我自己猜到的。你看啊，自从上次外婆来咱们家之后，外公就突然送了料子来，并指明让大姐做衣服。你当时不是还让大姐穿衣服去外公家吗？这明眼人都知道，但凡对家人上点心的，都能猜到。然后呢？这件事跟你要说的事有什么关系？哎，妈，我还是得劝一句啊！你看，
你和爸都是老夫老妻了，还离啥婚啊？你一向都是讲道理、有包容心的，爸也知道错了。这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你呀就别生气了呗。余下的晚年，咱们一家人凑合着继续过呗。还有没有点新鲜的？到底你是我妈还是我是你妈？哎，妈，话也不能这么说，毕竟什么？若换作是你，发现宋长文在外面胡来，俩人被全村人撞见的时候裤子都没穿，那女的被抓住的时候手腕上还戴着用药组的长命锁打成的银镯子，你怎么办？宋长文他敢，我人呐，很难设身处地去替别人着想，除非那些破事落在自己头上。讲道理，包容，这些高帽子谁爱戴谁戴，反正我不要。讲道理拿着大巴掌好使，还包容，我看给他3分颜色他就敢开染房，一家子孽障都是惯出来。行，妈，那咱们就退一万步来讲啊，你明天就和我爸去扯离婚证。可你看看这10里8乡的，谁家姑娘是一边一起，这父母一边离婚的？哎，这事嘛都有轻重缓急，这大结婚上可是关乎他一辈子的幸福的。在事成还没之前啊，咱们千万不能出任何岔子。这如果我是你啊，这样我就先顺着爸的意思，我先哄着他，把昨晚的事情糊弄过去。等大姐要是出嫁了，还不是你想怎么就怎么，到时候全都随你了呀。嫁了宋凤仙，还有宋凤娇，还有3个打光棍的儿子。等婆婆忙完他们的婚嫁，孙子辈又要陆续出生了。她只要忙起来，哪会想起什么离婚的事情？人的这一辈子转瞬即逝，等婆婆反应过来时，怕是一辈子也过完了。行，那就先按你说的办。哎，妈，我帮你治啊。活了2辈子，我还看不出你那点心思。白眼狼就是白眼狼，帮你们争了财产，分了家，我也算仁至义尽了。这母子缘分是到头了，今后别人的事儿与我无关了。宋春林，你是属王八的吗？既然回来了，就赶紧滚进来，我有事跟你商量。宋春林，涂师傅前脚刚出门去干活，你后脚就敢溜进涂家过夜，你是觉得自己的命够硬，还是嫌自己命太长啊？你又干嘛？媳妇儿，我错了，你相信我。昨天晚上我哪儿也没去，就在村里面随便找了一个破屋对付了一宿。谁让你昨天晚上这么凶，吓得我根本就不敢回来。是吗？难不成你脖子上那红印子是女鬼做的？我呸！编鬼话之前最好先撒泡尿照照自己，看看你现在是个什么德行。媳妇儿，你吃醋了？你相信我，昨天晚上我就住在破屋里面，哪里没去，没准儿就是破屋里面的女鬼给我做了一口。哎，你要不信，晚上我让你检查检查啊！你跟老子滚呐！哎呦！我本想跟你好好商量，你非要不识好歹，舔着脸凑上来找打，老子用脚踹你都嫌恶心的鞋。宋春莲，我警告你，接下来这1个月，你就算是条疯狗，也给我老老实实拴着。再敢作妖，我见你一次送你一次，是恶心。哥，爸妈又打起来了，咱们还管不管？管个屁！管好你们自己吧。妈也真是的，就不能为了咱们兄弟姐妹6个忍一忍吗？亏得我白天在家时还偷偷劝了他，合着白劝了呗。大嫂说的对，咱妈生怕咱们过得好的似的，天天折腾，还有完没完了？大哥，你说啥呢？明明是爸有错在先，你咋回回都怨妈呢？要不是爸每天都闲着，在外面瞎搞八搞，妈能见着他就全都应吗？你懂个鸡毛，你毛都没长齐。行了，别吵了。春天肝火旺，都少说2句。宋凤仙，我们男人说话，你女人插什么嘴？滚一边去！哟，
宋长富，你长本事了啊！居然敢跟大姐这么说话。行，你既然这么跟大姐说话，那你啊，干脆也别跟我们一起大伙过日子了。你呢，就去给大房当儿子，跟着大房一起过去。宋凤娇，你别没大没小的，我是你哥，信不信老子扇死你！哎，你来，你扇，你有本事你就扇，你先扇完我明天就跑回黄家村告状去，有本事你就扇。哎，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求着小舅给你托关系帮你学开车，我就没见过你这种白眼狼贱骨头。妈对你好，你是半点都不记得呀！有本事就扇我，我明天就让你学不成。凤娇，行，看在小舅的面子上，我饶你一马，别等着，我迟早收拾你。来你扇，打来你瞅这儿啊！哎，凤娇，行了，废呸！你要觉得合适，就把人领回来，让妈跟小妹瞧瞧。要是觉得不合适啊，也没关系。这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男人还不满世界都是啊！不着急啊，大不了以后妈养你。妈，我知道了，你快回去吧。行，你快去吧。妈，宋长武，你要死啊！在自己家走路都不出声，你要做贼啊？说吧，什么事儿？妈，你以后打我呀，你得拿个趁手的家伙。我这皮糙肉厚的，把你手给打麻了。我看你是真皮痒是吧？专门来找打的。我看这鞋底子跟你那厚脸皮就挺般配。妈，坐。妈，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知道错了。我这次啊，趁着大家伙都不在，从后门绕过来，是有一件特别正经的事情要跟你说。我看上一姑娘，我想娶她。那你去娶呗。妈，我现在都在跟3弟挤一间屋子呢，我没婚房啊。那你想怎么办？我呀，想买一块小一点的宅基地，盖座新房子。挺好。那你想好买哪儿了吗？这原本啊，应该买3元村附近的，这以后啊，方便照顾你跟爸呀。哎，打住！我谢谢你啊，你可千万别考虑照顾我的事儿，我自己有手有脚，我能照顾好自己。至于你爸，哼。你有话就快说，一会儿没准家里还要来客人呢。我打算啊，在镇子上买座旧房子，然后拆了重建。这虽然过程麻烦了一点，但地段肯定好啊，咱们以后生活更好啊。妈，等我新房子建好了以后啊，我就把你、大姐、小妹全都接到我那边去住，到时候让爸跟奶奶就跟那大哥在村里住。这以后你们俩分开了，也就没工夫吵架了。所以你看上那姑娘，她家住镇上，你想拆了重建的房子，这些天也已经提前看好了。那个是。行了，别绕弯子了，说吧，想让我干嘛？干净的，这袜子是干净的，不是你闻闻。哎呀！妈，这里面啊是我全部的家当了，我想让你带着媒人去镇上林老师家提亲。我想娶林老师家的独生女林小满，她是我初中同学啊。林小满，上辈子恢复高考后镇上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大学生，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毕业以后成了一个有名的记者。你小子可真敢想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做梦呢吧？照理说你自己的媳妇儿你自己去挑，但这个肯定不行。哪能让你去祸害人家那么好的姑娘？妈，凭什么不行？你倒是给我个理由啊！
那我跟小满都商量好了，你带着媒人上门提亲，只要答应结婚以后在镇子上住，她就嫁给我。啥？你再说一遍。说就说，那我跟小满都商量好了，等我攒够彩礼钱，上门去提亲，她就嫁给我。这里面是当时分家你给我们几个分的钱，这剩下的是我自己攒的啊。这里面的银元跟钱呢，就用来买房盖房，用来添置家具，肯定够了。这里面那块小金条啊，我想给小满打件首饰，这毕竟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这一辈子只有一次。难道那姑娘眼神不好？那行吧，那你自己挑个好日子，提前知会一下林家，我帮你跑一趟。我有老婆了，妈，谢谢。哎呀，去，我看着你就脑袋疼，让我清静一会儿。我有老婆了。妈，你快收拾收拾，我大姐跟四哥两个人带着小猪崽从那个外婆家回来了，他俩还带了位客人，看着可高大威猛了。哟啊，还真给领回来了啊！凤娇，快去地里把哥哥们喊回来，就说家里来客人了，是黄家村的人。妈先去厨房烧水，一会儿好泡茶。哎，得嘞。哎呀！哎呀呀！今天家里来客人啦，年轻人，运气不错嘛。妈，本来是我跟小弟两个人挑回来的，我不让他送，他偏送。合着凤仙没看上，是死皮赖脸跟回来的。婶子，我叫钱二柱，是凤仙的相亲对象。我看他新衣服穿的挺好看的，干活别再弄脏了。再说了，这么重的活，他哪干得动啊？嗨，那该干的活也得干，难不成若日日穿新衣，还就天天不干活了？他要是挑不动，就让他弟多跑2趟，哪能麻烦外人呢？再说你自己穿的这身不也是新衣服吗？嗨，男人就得多干活。再说了，婶子，我这叫什么新衣裳？干活多了，他也就旧了，一个样。你叫二柱是吧？为人还真是仗义啊！今天这趟辛苦你了，回头等家里杀了猪，我一定让长贵去请你这个新交的朋友来家里吃杀猪饭。今天时候也不早了，要不你先进屋喝杯茶，休息几分钟，再回黄家村。哎，那谢谢婶子。那这样，我跟小弟先把猪担到猪圈去，我们再回来洗手喝茶。走。这孩子怎么听不懂好来话呢？哎，你等一下，你松手吧，我自己干。你爹妈还等着你回去干自己家的活呢。没事。你松手啊！你松不松手啊？凤仙呐，这来者是客，你这是干啥呢？二柱哥，你手没事吧？我看看。要不我去后山采点草药，二柱哥你扶一扶。没事，一点都不疼。哎，小弟，哎，你不是问我说上哪去买猪饲料吗？我刚好有朋友认识。你这样，咱俩先干完活，一边干活一边聊。哎，行啊！哎，走，咱俩先把这小猪仔整到那猪圈里，咱俩边干边聊，边干边聊。走干。那婶子，我先干活。来，走吧。哎妈，我瞅这大姐相亲对象不仅脾气挺好，好像还挺有本事呢。要嫁你嫁啊？那可不行，人家这明显是相中你，要死缠烂打的追你，给你娶回家呢。啊！妈，我不喜欢他，你看他刚才说话那样子，吓死人了。这还是正常时候的样子，这要是以后结了婚，
要是吵起架了，或者再动起手来，我可打不过他呀。你俩这是相亲的，又不是结仇，怎么能……哎，你考虑的也有道理啊。哎呀，不过人家来都来了，又主动帮忙干活，总不能连口水都不给喝就让人回去吧？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只要你自己不点头，没人会逼你。等钱二柱喝了茶回了家，这件事就算翻篇了。挑完猪又干活，依我看呐，这秦二柱是赖着咱家不走了。哎呀，挺好一孩子，可惜啊，俩人没缘分。哎，妈，你别瞎操心。依我看，这事儿还没成功。可是啥意思呀？你是觉得这个秦二柱跟你姐还挺般配？挺般配的。妈，你想一想，我姐这平时就跟个软柿子似的，这将来要嫁的男人比她还软，那将来不得被婆家欺负死？但我看呢，这二柱哥可就不一样了，一看就是个为人正派、大大方方的男人。倒也是这么个理儿啊。妈，更重要的是，我看呐，别人家相亲都是家长冲在前面谈条件，男的在后面畏畏缩缩的。但是这二柱哥可就不一样了，这些事儿啊，桩桩件件都是他自己给自己拿主意。我姐将来要是嫁过去，那自家男人就是顶梁柱，能立起来。这我姐呀，只要能拿下自家男人就行，那将来过的日子别提得有多省心了。可你姐她死活不愿意啊，那能咋办？哎呀妈，这呀就是人家两个小两口的事儿了，别管那么多，给他点时间相处相处。哎呀，管他能不能成呢，先招待了再说，万一以后真能成呢？我还以为你们黄家人真能给介绍一个好驸马呢，现在看来就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别人家姑娘捡剩下的老大难，也不是什么好货色呀啊！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老太也好意思嘲笑人家能识文断字的年轻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怕是脑子让裹脚布给熏坏了吧？黄婉晴，你就是个不孝顺，天天虐待我的恶毒儿媳妇。像你这样恶劣的人品，怎么能教出好女儿来？我要是个男的，宁愿打一辈子光棍，也绝对不会娶你黄婉晴的女儿。哎，你真是。哎呦，我的老腰啊！哎呦，我的腰啊！我的腰啊！哎，你扶我一下呀！又装上了，别装了，奶。哎呦！秦二柱，你在屋顶上小心点啊！你是担心我，怕我摔下来啊？谁担心你了？我是怕你房子还没修好，反而弄坏了我奶奶的房，省得回头下雨，我奶奶又找我妈麻烦。你奶奶住哪间房啊？我注意点就是了。就你那块儿，你别弄坏了。哎，饭做好了，吃饭了啊！吃饭了。哎，二柱哥，下来吃饭了。好嘞。哎呦，二柱哥，你小心点呀，那可是奶奶房间的屋顶，你可别弄坏了。我不是，臭小子，你赶紧给我死下来！我的房间屋顶好得很，一点都不漏，用不着你帮倒忙。我真不知道。再说我不是故意的呀。
也没怎么弄坏，要不您自己上去看看？废话，房子那么高，我又不是猴子，我怎么上得去啊？黄婉晴，你们黄家到底从哪里找来的臭小子，专门来克我的，是不是？您说是那就是呗。我越瞅这孩子呀，越觉得不错，不管能不能成啊，以后都准备常来往呢。妈，您身子骨一向堪忧，说晕就晕，说倒就倒，可得顶住啊。宋春林，你要还孝顺，就给我去扇他2巴掌。哎，妈，你信你去呀，别把我掺和进去。你，多吃点。嘿，小琴呐，哎呀，怎么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有结婚？叔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娃都生了4个了。不该问的就别问，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夹菜吃，别客气啊，就跟在自己家一样。别听你叔吹牛，结婚早生孩子生得多有什么值得吹牛的？不管结婚早晚生多生少，只有把孩子们养得好，孩子们将来过得好，那才是真本事。婶子说的对，婶子对你印象不错，一看你就是个明事理的好孩子。这么多年你们在边疆保家卫国辛苦了，正因为有你们的牺牲和守护，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才能过上踏实日子。先有国才有家呢，这是大义。晚几年结婚有啥的，一辈子长着呢。谢谢婶子理解。小琴呐，你们家也是好几个兄弟吧？那你以后娶了媳妇儿，是跟爹妈一起过呢，还是分家出去单过呀？我们家凤仙呢，从小啊就被他妈惯坏了，人不勤快，不爱做家务，还跟他妈一样不喜欢老人。将来你们俩若是真成了，那他第一件事啊，就是劝你赶紧分家搬出去单过，离家里老人呐远远的哟。凤仙，你别哭啊！我也是成年人了，我有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我就相信我自己看到的。你在我心里就是很好。来，宋奶奶，您是跟凤仙是有仇吗？还是您担心她嫁出去了以后，家里就没人干活了？我活了26年，我去了这么多地方，还是第一次见到自己亲奶奶当着自己孙女对象的面，这么诋毁自己家亲孙女，真是长了见识了。我是长辈，你怎么说话呢？您为老不尊，不慈不爱，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长辈？跟您这种人，我就这么说话。凤仙一大早就去黄家村帮着四弟带小猪，一进家门，他不是摘菜打扫卫生，就是去厨房做饭。他都做了这么多了，还说他不勤快呢？你算个什么东西？八字还没一撇呢，竟敢帮着那死丫头顶撞我！我诅咒你们2个，将来断子绝孙！你这断子绝孙就断子绝孙，反正我喜欢的是闺女。妈，我吃饱了，我先走了啊。哎，凤仙，你先别走，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嘛。其实刚才奶奶问的，我也想当着你爸妈还有兄弟姐妹们的面，好好说一说。你耐下性子，坐下来听听嘛。要是我努力了以后，你还是没选择我，那我也好死心了。有什么话你说便是。婶子，我家的情况想必你也已经清楚了。
我家有4个兄弟，我排行老2，上面有1个哥哥和2个弟弟，他们都已经结婚分出去单过了。我父母还算年壮，也自己想过安生日子，所以也没跟着我们。我16岁就应征入伍，已经在部队待了整整10年。这10年来的津贴和补助，我都已经一半分给我父母孝敬他们了，另一半也都在我自己的手里。黄家村的房和菜地我都给我父母了，我的那一份我自己一点也没要。孩子，那你这没房没地的，以后结了婚住哪儿，吃什么呀？就算你现在手里有点积蓄，可你已经退伍回乡了，总不能坐吃山空吧？哎，妈，二柱哥有钱呐，他村里也没房没地的，你让他在镇子上买块宅基地，开荒几亩地种菜。你看二柱哥身强力壮，浑身是劲儿，带着老婆孩子到哪那都饿不着啊。成武，真的。二柱哥，坐啊，坐。二柱哥，你要不和我一起，咱俩合伙养猪吧？有你在，我干什么我都踏实。你占便宜没够是吧？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流。你是自己没长骨头吗？看到比自己厉害的人就想往上靠，想办法过好自己的日子，自己当自己的靠山，比靠谁都踏实。你们俩也一样。妈，我觉得二弟说的对，这二柱哥人品好啊，比啥都重要。什么车啊房啊，以后都能挣到。而且啊，大姐一看都是有福气的人，这将来2个人在一起啊，肯定会越过越好的。那是自然，不过呢，结婚是他们2个人的事儿。我虽然很看重人品，但更在意的是凤仙自己的想法。仙啊，有些事儿不能光想着逃避，你要学会面对自己的内心。今天当着全家人的面儿，妈想问问你，你俩的事儿，你是咋想的？那这样，凤仙，你要是愿意，就坐在这儿，咱们继续聊聊天儿。要是不愿意呢，也可以先回房间，好好休息。妈，不是，你别乱叫。我下回注意啊。婶子，我还没说完呢，那我继续说。我之所以把黄家村的房和菜地都给我爸妈了，那是因为我转业回来以后啊，已经给我分配了工作，还有房子，就在县城里。我也跟我爸妈和兄弟们商量好了，我结婚以后啊，彩礼我自己出，但是他们也会帮我凑齐36腿的家具。然后我们结婚以后啊，这个我的工资都在我们小2口自己手里，我们自己攒着。如果不是父母生了什么大病的话，这个钱啊，我们也不会往回拿了。二柱，所以你的意思是，以后你俩结了婚，就不住村里，也不住镇上，而是直接搬到县城里去住啊？是啊，婶子，我就是想着带着凤仙，我们一起去县城里住。他要是想工作，我们单位也有福利，也可以给他安排工作。他要是想闲着，那在家待着也行。他要是不想闲着，那我在前屋种种花，后屋种种地，反正只要他开心啊，怎么都行。我就说这二柱哥怎么一来就看上咱们大姐了？原来是看见我们大姐勤快能干。哎，二柱哥，你这还真没看走眼。我们大姐不说别的，这洗衣服、做饭、种地那都是一把好手，你还真是赚了。弟妹，你误会了，我在边疆自己待了10年，我当然也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我看中凤仙啊，就是因为她温柔大方，说话好听。就是把她娶回家当姑奶奶供着，那俺也愿意。这话说的，那要说到做到，那才好听呢。你大姐相看人家，你倒是话多得很。怎么，看到更好的男人，开始嫌弃自己男人没本事了？妈，你这话说的，我就是为大姐操心，所以多说了2句。你怎么这么想我呢？这常文再没本事，那也是你大儿子。吃饱了，干活一会儿。哎，常门，大哥，常门，我不是那意思，我不是那意思啊！不是那个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就是求我没本事呗！
你要是真打心眼里瞧不起我，你就赶紧滚蛋！我们宋家留不起你这尊大佛，你赶紧改嫁叛逆的高枝去吧你！宋成文，你说什么呀？你先给我道歉！你给我道歉！你给我道歉！道歉？我道个屁！要不是今天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你原来之前跟我说的话，你全部都是在哄我，你打心底都瞧不起我。别管他们，咱们继续聊咱们的。哎呀，你说说你啊，这大好的日子，你挑拨他们两口子干什么？他不过就是多说两句，也没说什么大不了的呀。我看啊，就是你自己良心不正，看什么都是歪的。你说说你呀，我还在跟他们说话，你就想着要收碗洗碗了，显得你很贤惠啊！哼！我让你嘴贱！我看你是昏了头了。贺双挑拨你大闺女的时候，你愣是装看不见、听不懂。我不过说了他们两句，你倒是会给我扣帽子。我看你就是欠收拾！哎，你看看你，好端端的，你说动就动手，打人不打脸，这个道理你不懂啊！就是以前太给你脸了，你才会永远不长记性。打我！有本事打呀！你敢别躲别躲，打呀！你个泼妇，你个泼妇！我看你就是个泼妇！妈，你别生气了，喝口水润嗓子。二叔哥，坐。哎，你别介意，我妈呀就这样，习惯就好。但是啊，我大姐呀一向很温柔，和人说话都从来不高声的，更别提动手了。啊，这个事情啊都是有缘由的嘛。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恨。恕我直言啊，婶子刚才的行为确实有点太直接了啊，但是我觉得婶子做的没毛病。毕竟这事情的缘由啊，一直以来都是由叔叔的行为而引起的啊。我妈在我出来之前就跟我说了，说婶子出嫁之前，我妈就见过婶子几面，说婶子是个温温柔柔、很善良的人。所以由此可见，女人结婚以后的变化是看她到底嫁了什么样的男人啊，生了什么样的孩子。啊，我保证，我娶了凤仙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对她啊，婶子。那什么，你们先聊，我去收拾厨房去。二哥，我帮你。来吃不？放心，妈没事儿。师傅。哦，对了，二柱哥，听说你在县城里的单位上班，一个月多少钱？你看看我怎么样？你把我大姐都安排进去了，再带一个小舅子，问题应该不大吧？啊，不是三弟，你也想嫁给我呀？二哥，开什么玩笑呢？我们都是男孩子，我怎么可能会想要嫁给你呢？是你先给我开玩笑的呀！我们单位福利明确的写明了，说只给部分员工的家眷安排工作。你说你又不是我家眷，我怎么给你安排工作？哦，这样的呀。我刚才听你说在城里单位上班，又是分配什么房子啊什么的，我还以为你权力挺大的，地位挺高的，原来只是个普通员工，也不过如此嘛。哦，对了，大姐，你呀要擦亮眼睛，好好看一个人，好好想想，女孩子嫁人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是，我就是在县城工作，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也就是帮领导开开车而已嘛。本来凤仙的小舅舅还特地找到我说，凤仙有个弟弟啊想学开大车，让我给找人帮帮忙。那现在看来，三弟也一点都看不上我吧？
那既然这样的话，好，那这个事儿啊，就此作罢了吧。上辈子也是五哥托关系帮宋朝父找人学的车，难道就是他？就你还帮我找关系，叫我学开车。哥，你都26了，还没老婆。如果你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应该都娶到公主了吧？怎么还会轮到我姐？净他妈骗人呢！啊！瞎耽误我下地干活。你别搭理他，我三弟他这人就这臭德行，我相信你，也相信我小舅。二柱啊，既然他不领情，就别搭理他。这个宋长富既不懂尊重人，也不懂感恩，自私自利的。这种人让他去县城学车干嘛？还不如老老实实在乡下种地。将来你跟凤仙要是真能成，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反正现在宋家已经分了家，喜欢就多回来几趟。要是脾气秉性不投，就少走动或者不走动便是。二柱啊，你回去再跟父母商量一下，要是觉得行，就直接挑日子找媒人上门提亲。只要人对了，其他的一切都好说。我明白了，婶子。那我就先走了。哎。姐，咋了？怎么办？我睡不着。睡不着就不睡。我陪你说说话。说吧，姐，你咋了？人家二叔哥不是挺好的吗？对你也好。我倒是不担心他，我担心的是咱妈。咱妈咋了？前段时间，咱妈不是非要跟爸离婚吗？这最近一段时间也不知怎么了，她也一直不提这个事儿了。我担心她，如果我出嫁了，家里也没人帮衬她，怎么办呀？瞎操心。再说了，这不是还有我呢吗？而且我看现在二哥跟四哥也回过味儿来，知道搭把手了。哎呦姐，你就放心吧，妈现在不离婚，肯定是想凑成你跟二叔哥这桩好姻缘，不想添乱。等你们前脚结完婚，妈肯定后脚就离了。可这就是我担心的问题啊！我结了婚，你还没结婚，中间还有长武、长富、长贵儿。等你们都成亲了，宋家还有孙子孙女出世，妈如果一直因为这个理由忍让下去的话，那她所剩不多的好时光就全都耗尽了呀！哎呦，不行，妈得赶紧离婚！对，赶紧离婚！我也这么想。那咋办？妈，在我出嫁之前，我想求你答应我件事儿。你说，不管什么事儿，只要妈能做到，都答应你。妈，你和爸爸离婚吧，我想改了名字再出嫁。在我出嫁之前，看到你和爸爸顺利离了婚，我心里才踏实，我才能放心的出嫁。傻孩子，我跟你爸离婚是迟早的事儿，不急在这一时半刻的。妈想等你出嫁之后再……妈，你先听我说，你要是一天不跟我爸离婚，我就一天不出嫁。宋凤仙，你出息了呀！居然敢拿自己的终身大事来要挟你妈！你知不知道，我要是现在跟你爸离了婚，万一外面传出什么乱七八糟的话，秦家人真听进去了，会造成什么后果？你承担得起吗？我不怕，妈，秦家人要想欺负我，就算不因为这件事情，等我嫁过去之后，他们也会找别的理由为难我。秦二柱要是明事理认准了我这个人，那你跟我爸什么时候离婚，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件事情
拖久了对谁都没好处，早离早好。我们都赞成。妈，你别怕，无论什么时候，我呢跟大姐永远坚定的站在你这边。我跟凤娇永远站在妈这边。我也是。那什么，这件事儿我听大姐的。让我再想想吧。哎呀妈，你就别想了，我爸他就不是一个老实的。你说，要是我爸在两家说亲期间又跟那个什么刘寡妇、涂秀莲搞出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情来，那到时候才叫难收场呢。更退1万步来说，那秦家到时候送来的彩礼，万一被我爸耍浑，全部扣下，再1分不拿，不出来当嫁妆，那到时候怎么办啊？这些事咱爸还真能干得出来。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上还背了一个胖婆。都在家。哎呦，我突然想起来，我锄头还忘在田里面了，我得回去找找。等一下，不用找了，你早上压根没带锄头出门。哎呀，那可能是我忘记了。哎呀，瞧瞧我这个老子啊，现在记性是越发的不好了，老了。既然今天大家心情都不错，不如干脆去趟镇上，我们办婚礼了吧，好聚好散。黄婉琪，你瞧瞧你在说什么？哎，到底是我耳朵坏掉了，还是你脑子坏掉了？离婚？你以为是3岁的小孩搬过家家呀？想离婚？我看你是想改嫁。黄婉琪，你说，你是不是已经找好下家了？老子告诉你，休想！我这辈子就算是当官夫，也不可能离婚，老子丢不起那个人。你是不是又想动手？我劝你别太过分了，你天天当着孩子们的面打我，你菩萨也有几分泥性子，你别把老子遮起了眼。哎，看，哎，你干什么你？哎呀，你干什么？宋春林，我劝你别嘴硬，这婚我是离定了。我今天心情好，你要是配合点儿，乖乖跟我去镇上把离婚证给领了，我还可以考虑看在你上有老的份上，把家底儿分你一半。若是我不离，宁死不从了。你确定啊？那除非你日日不回家，否则我一天打你3顿。今天先打断你一条腿，明天再撅折你一只胳膊，心情不好了就随时拿剪刀扎你几下。黄婉琪，你就是个疯子。宋春林，我只给你今天这一次机会，过了今天，你就算再想跟我离婚，我可就没这么好说话了。别说家底儿不会分你，你要是不赔够我这几年的青春损失费和精神损失费，老娘是不会挪窝的。你敢？你霸占我老宋家的家底，现在还好意思朝我要那个什么费？你做梦！离就离，谁怕谁啊？说好的家底分一半，你说话可要算数啊！我黄婉晴说的话，当然句句都算数。那还等什么？你赶紧去拿户口本和结婚证，办完了事我还着急回来干活儿。宋春林，黄婉晴，婚姻不是儿戏，你们俩真的考虑好了吗？考虑好了。宋春林，你考虑好了吗？说话呀！这什么情况啊？你们俩在家谈好了再来嘛，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好吧？婉琪啊，我们不要离婚，我舍不得呀。黄婉晴啊，这老话说得好，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修的共枕眠。
你们两个都过了大半辈子，6个儿女都养大了，这么多鬼门关闯过了，还有什么难关过不了？再者说，就算宋春玲她犯了什么错，她现在也醒悟了，也知道后悔了呀。你啊，就当是为了孩子们，再给她一次机会吧。啊，是啊，6次鬼门关我都独自闯过来了，以后还有什么关是我自己熬不过去的？宋春林，你现在知道后悔了？你偷偷去爬涂秀莲床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后悔？你跟刘寡妇在破庙鬼混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后悔？你偷偷藏着宋家的家底儿，在外面搞破鞋，却铁了心要卖闺女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过今天会后悔？宋春林，我说过我会说到做到，要是想让我改变主意，除非你今天死在这儿，那我可以勉为其难当个寡妇，否则这婚离定了，不过是早晚的事儿。黄婉晴，你这个女人就是没有心！离就离，这个月我扯了离婚证，下个月我就当新郎官。嘿嘿，我再来看看你这个40岁都当奶奶的老女人，还有谁会娶你啊？哼！有本事你就娶，关我屁事儿！至于我以后嫁不嫁，又关你卵事。那你们俩这离了婚之后，孩子跟谁啊2个闺女跟我，儿子跟他。那不行，凤仙跟我，凤乔跟你，嘿，2个女儿，我们1人1个。哎呦，我看你是想屁吃！哎，好好说话，别动手啊！今天这婚还想不想离了？知道了，别磨蹭了，赶紧签字儿。签字就签字。黄婉晴，我警告你啊，刚刚这一巴掌还有这一脚，最后一次啊！今天离了婚，就是以后你再敢跟我动手，别怪我翻脸无情，我直接报警把你抓起来。今天领完离婚证出了这个门，我再正眼瞅你一眼，我黄婉晴名字倒过来写，跟你姓。但你要是非得自己犯贱，把脸凑过来让我抽，那就不关我的事儿了。你这，你这，师傅真好啊！妈，你这新户口本上还有没有空位置啊？有啊，不过你们要想改姓黄，恐怕得先把分到手的财产交出来才行，否则啊，就算我肯，你们老宋家那些叔伯老古董们也未必答应。等等！哎，钱呢？说好了，只要我同意离婚，你就分我1半的家底。现在我都按照你说的做了，你分我的1半家底，现在就给我。行，1半家底儿都在这儿了。华姐，你什么意思啊？你说好了，只要我同意离婚，你就分我1半的家底，结果你就给我18块钱。不然呢？你以为之前的家底儿还能趁多少？就这18块，还是我省吃俭用、不敢乱花才省出来的。你胡说八道！金条呢？银元呢？还有我们祖上传下来的那一对玉镯子，还有金镯子，还有你私底下藏的那500块钱啊！你不要以为我妈还有你生的这6个蠢东西会被你忽悠，我心里面可是一清二楚啊！啊，对，那天我是敲了你的门，但是我压根我1毛钱都没有找到。我不管，无论如何，这些家底你必分我1半。我听不懂你说什么。这么些年，谁知道你把家里的好东西搬出去送人送了多少？我手里确实还有2个小金条和几个银元，不过那几样你就别想了，那是我给凤仙和凤娇单独留出来的嫁妆，我倒要看看家里还有谁敢惦记他们的嫁妆。老子不离了，走，不管，走，走啊！放手！我给你脸了是吧？复婚复你大爷！宋春林，我再警告你最后一遍，以后你要作死我不拦你，但你要是再敢靠近我动手动脚，别怪我说到做到。到时候我叫上我爸还有5个哥哥，咱们新仇旧怨一起算。你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哎呀！不过了，不过了！哎呀！都看我干啥？哭一哭又不会死人，让他哭，哭够了就好了。回家，回家。哎呀妈！家里发生这么大事情，你怎么也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哎，不行，绝对不行！你和咱们爸这个婚啊，绝对不能离啊！妈，别闹了，咱们回家啊！妈，我看你是闲的，抱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学年轻人闹什么离婚，你不嫌丢脸，我们还臊的。你也不想想，要是爸真的生气了，一口答应了你，今后我们6个儿女怎么还有脸出门啊？就是，老三说的是有道理。妈，你看看你把爸气成什么样子了？当初爷爷去世的时候，我都没见过他这么伤心呢。对，还是老大和老大媳妇老三他们讲道理啊！我姑且再给你一次机会，复婚吧。何双啊，你要实在觉得自己男人没本事，真不行，这个家离了我黄婉清就转不动了。那我也劝你一句，可以学学我，离婚，早离早解脱啊！要死了！这大白天的，家里遭贼了！哎呦，我的棺材本都给偷光了！我的棺材本都被偷光了！妈，怎么了？怎么了？家里遭贼了！啊！快，都回屋去看看有没有少什么，快！快快去看看他！快，起来！都被偷光。幸好出门的时候把现金和票都带在身上，贵重物品都藏在凤仙和凤娇屋里。哎呦喂，该死的贼，把我的钱全偷光了！哎呀妈，你不是说你身上1毛钱都没有了吗？哪来的钱呢？啊！妈，你是你还有钱呢？别告诉我，你们谁的钱都没丢，就我一个人的钱丢了。我又没有钱，我跟大姐的钱都投给四哥买猪饲料了。我也没钱，我钱都用来买猪和猪饲料了，我屁股后面还欠了一堆债呢。你不就买了24头小猪吗？哪花得了那么多钱？小兔崽子，你该不会把钱花别处了吧？妈，你可别胡思乱想，我钱确实都花完了，但可不止拿来买了小猪，那外婆家的2头母猪，还有那黄家村那几户还没断奶的小猪仔，我可都付了定金预定的。包括那买猪饲料的钱，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呢。我跟二柱哥我们俩都商量好了，这政策不是开始推广用饲料养猪吗？我就交够了钱，报了名，试试看。我这真没钱了，妈，真没了。妈，别哭了，你哭了。汉哥，你别告诉我你的钱也没丢。我不知道啊，我的老婆本都在妈那儿呢。放心，我随身揣着呢，一个子都没丢。别告诉我你的钱也没丢，就我一个人破产了。丢了，我们家里的钱和票，还有分家时所有值钱东西都丢了。怎么可能啊？刚才我看着门锁得好好的，房间一切正常。啊！你这么稀里糊涂的，你哪清楚啊？哎呀，我们家的钱都是我保管的，丢没丢我不能不知道吗？那个，哦对了，那个门是锁着的，但是门是开着，那个窗户透气的呀。哎呀，那个小偷啊，肯定是看着我那个门锁了，窗户是开着，就爬进去了。哎，这小偷，你说，8成是又拿钱补贴娘家，想借这个机会平账呢。哎，松瑶组那个小兔崽子上哪儿去了？哦，
耀祖啊，那个我去镇上之前，怕他跟奶奶一个人在家不放心，就送我娘家了。哦，妈，那我们的钱怎么办啊？你要是真丢了钱啊，最好赶紧去镇上报警。现在已经分了家，各家管各家的事儿，现在只有警察能帮你，别说找爹娘了，找祖宗也没用。妈，你偏心，为什么你只帮二哥保管钱？明明我俩就一个房间，就我的钱丢了，他的钱没丢。现在到镇上的派出所来回都得2个小时，等警察来了，小偷早就跑没影了，有屁用啊！我要是你啊，知道路远就早点出发，路上跑快点儿，也好早点报警。在这费半天话跟我耍混，那才是无用功。行，等我去找警察。要是我的钱没找回来，全家都别想安生。哎，三弟，哎，你不能去报警，不能去报警。那个去镇上报警肯定是来不及了，要不大家分头找一找吧，也别那么麻烦了。这说不定只1个小时，小偷还没走远，这说不定钱还能找到吧。莫非贺双已经知道了小偷是谁，而且这个小偷跟他关系匪浅，所以故意帮着打掩护。凤娇，好好看家，我出去一趟。黄婉晴，你个恶毒的刁妇，都怪你！你不守妇道，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偏要闹着去镇上离婚。要不是你今天闹着要离婚，家里人都赶着过去劝你，怎么会没人看家，导致家里遭贼？我跟宋春林已经办完了离婚证，从今往后我跟你们宋家人井水不犯河水。今天家里为什么会遭贼，你自己心里一清二楚。明知道全家人都去镇上了，你不看着家，还非要跑到外面去嚼舌根子。贼不偷你家，偷谁家？什么？你们真离婚了？怎么会？我这条是新裤子，值5块钱，现在被你抓花了，你必须赔我。我现在有事儿，这5块钱你先欠着，要么晚上赔给我，要么就拿屋檐下那箱蜜蜂抵债。耀祖啊，你小舅舅给你买的麦芽糖甜吗？甜，真甜。那你可千万要记住，你小舅舅刚才交代你的话，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知道吗？我知道了，我保证不跟别人说小舅舅敲我家门锁，去我家玩捉迷藏的事情。外婆，你要是帮我挖蚯蚓，我保证更不说了。你这小兔崽子，想做那人的便宜的妈，满身都是心眼子，还想骗我这个老太婆，去帮你挖蚯蚓，养你奶奶的鸡，做梦！别怪外婆没有警告你，若吃了你小舅舅的糖，还敢回家胡说八道，小心你小舅舅撕了你这张嘴，剪掉你的小鸡鸡！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哎妈，我把村长喊来了，你干啥去了呀？那正好。耀祖，你是个乖孩子，奶奶问你几个问题，你如实告诉村长爷爷，好吗？好。你刚才吃的是啥？麦芽糖。谁给你买的？小舅舅。那他为啥给你买麦芽糖？小兔崽子，你以为只有你外婆有剪刀吗？我告诉你，她就是嘴上说说吓唬吓唬。你奶奶我可不一样，我连你爷爷都敢剪。嘿，哎妈，你吓唬孩子干什么呀？我把送去娘家，我们家被盗，他根本就不知道啊！你别吓唬孩子，你看。哎呀，你真是正。小舅舅去玩捉迷藏，撬我家这大门的锁，还给我买麦芽糖，交代我不许说。外婆还说，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她就会剪掉我的小鸡鸡，撕烂我的嘴。
啾啾在哪儿？告诉我啾啾在哪儿啊！啾啾在哪儿？赶紧把他放下！哎呀，那小孩不懂事，他知道什么呀？他出干嘛呢你？哎，妈，你是没看见我三哥那张臭脸？我听说呀，贺家就还了他10块钱，剩下的全都打成欠条了。我三哥气得想去报警，结果贺家人比他更不要脸，说什么要是敢去报警的话，就1毛钱都不还给他。你呀，既然喜欢读书，就把心思好好收一收，管他们做什么。咱们关起门来过好自己的日子。哎呀，知道了，我这不是平时最看不惯三哥了吗？看见他倒霉遭报应，我这心里啊，别提有多畅快了。哎，大哥大姐怎么不出来吃饭呀？吵架了没？吵架？吵啥呀？这你算是问对人了。我听说呀，前段时间大嫂她弟弟偷偷跟朋友去镇上玩，输了好多钱。厂子那边通知，要么凑钱去赎人，要么就断他弟弟一只胳膊。然后呢？然后大嫂就背着大哥偷偷把刚分家分到的那点家底儿都借给娘家人了呗。哎呀，幸好我这钱都拿来办正事了。哎，二哥，这我们现在6个兄弟姐妹，就剩你手里还有点活钱，当心他们找你借啊！小心点啊！妈，我之前托你那事儿，你这2天呀，先去县城给自己置办一身像样的行头，再学学你二柱哥，给女方准备一份合心意的见面礼。我这几天先找个靠谱的媒婆，去探探林家的口风，毕竟结婚是2家人的事儿，又不是口头上过家家。我现在就去现场，改吃完早饭再去。等一下，你带钱了吗？忘了。15够吗？反正都从你自己的钱里扣，你自己看着办。够。哎，慢点儿。啊，没事。哎呀，妈，你是不是特好奇我奶去哪儿了？哼，不好奇，反正又不关我事儿。哎，我奶这一大清早啊，端个小板凳就去贺家门口哭了，说贺家要是1天不还他棺材本，他就天天早上来贺家门口哭，顿顿去他们家吃饭。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长官，二柱哥，我回来了。长官，这份手续你一定要保管好。咱们县这次啊，一共审核通过的有8个人，你就是这1/8。以后啊，你想养几头猪啊不，几10头猪都没有什么问题。以后啊，万一小猪出了什么状况，需要阉割或者生病吃药，就去这上面的兽医站找专业的技术支持。长官啊，真没看出来呀，你小小年纪就有这么大的出息，好好干，别辜负了组织对你的期望和名额。最重要的是啊，别把猪喂瘦了。谢谢二柱哥，我一定会好好干的。这是第一次，大家都在尝试探索，一次成功固然好，就算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就当为成功奠定基础了。你还年轻，好好干，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啊。村长走，二柱哥走。你家来客人，你拉上我干啥？这不是凤仙的相亲对象来了吗？请你给长长眼，把把关。二柱啊，你平时休息的时候都喜欢做点什么呀？啊，我呀，来，抽根烟。哎，不，婶子，抽烟影响视力，我平时啊压根儿不抽烟。哎呦，这不抽烟好啊，这经常抽烟对肺也不好，
这牙齿也容易黑。对对对。二柱啊，你喝酒不？你叔去年在后山抓了一条蛇，泡了一坛子蛇酒，想不想尝尝？哎呦，正好啊，今天人多热闹，我呀这就回去装一壶蛇酒过来，再把我家那小兔崽子也喊过来，你们几个一起玩玩牌什么的，热闹一下。啊，别，婶子，您真不用这么客气。怎么，二柱这是嫌婶子家的蛇酒不是现成买的，上不了档次吧？婶子，您别误会啊，我怎么能嫌弃呢？赵叔泡的蛇酒那肯定是好东西，要是搁平时的话，我肯定得多喝点。但是今天不行，我开拖拉机过来的，开拖拉机不能喝酒。哎呦，也是，瞧婶子的记性，差点给忘了。那今天咱们就不喝酒了。哎呀，正好，这离饭做好还有个把小时，你呀就不用光陪着我们唠嗑了。我这就回去把我家那小子喊过来，你们一起玩玩牌什么的。别，婶子，玩牌也不行，我技术不好。哎呀。二柱啊，哎，那平时你不忙的时候，你都喜欢做点啥？我平时就钓鱼。巧了不是？我家凤仙啊，过年最拿手的菜就是鱼。刚才长贵还特意去池塘捞了一条，正在厨房处理，准备中午红烧呢。二柱啊，你一会儿可得好好尝尝。那太好了，婶子，我肯定得好好尝尝。妈，你不是说让我们陪二柱哥玩会儿牌吗？这不，人都给你找齐了。怎么哪儿都有你们的事儿啊？哎呀，正好你们人都到齐了，那你们就玩玩吧啊！来坐，来坐，来，那我坐这儿啊。哎呀，你消消气儿，你那2个儿子就算再欠揍，你啊今天也得忍着。等客人走了之后，你想怎么收拾他们都行。行，听你的。可我一看常文和常父那个样子，就像是提前串通好的。阿恒和二柱跟他们一起玩牌，怕是会吃亏。别怕，就他们俩的智商加在一起也翻不了天。我看啊，这谁输谁赢还说不一定呢。我们家阿恒啊，虽然说牌技不精，但脑子好使，能记牌算牌。我看你们家的那个准女婿，心思缜密，行事稳当，人情世故的那个度也拿捏得刚刚好，让他们在一起耍一耍。这老话说得好，牌桌上看人品。一会儿咱们出去再慢慢观察。要不要？不要。那我顿时压一下。不好意思啊，全是主牌，没有副的。宋长文，你会不会玩？猪脑子！什么意思啊？玩不起呗？这就输了几把牌就要掀桌子。刚才是谁说输赢不过就100来块钱？啊？怎么这就玩不起了？一根短棍是5角，一根中棍是1块，一根长棍是5块。这把不算的话，我一共赢了101块5角。二柱哥，你呢？咱俩应该差不多吧？啊！我不玩了。不行，再来一次，一局定胜负。老子不信邪了。来，再来一把是吧？行，那你先把之前输的给我结清了，我还可以考虑再陪你们打一把。什么意思啊？你不会是手里什么也没有，就想着空手套白狼吧？秦二柱，
你是不是和赵恒提前沟通好了？故意讹我们的？这打个牌而已，至于吗？哎呀，算了，不玩了。今天就当打着玩，消磨时间。我闻着厨房的饭也快做好了，我先去看看做了什么好吃的啊。整个三元村如今谁不知道你是个穷光蛋？我跟二柱哥又不是缺心眼儿，还讹你的钱，我他妈！小兔崽子，你要干嘛？哎呀，你个小兔崽子，让你们玩放松一下，怎么还玩上真的了啊？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回家！不省心的东西，走！饭好了，谁来帮我端一下菜？我来。哎，婶子，我这次来呢，一是给长贵送猪饲料，二呢是想让您给我一句准话。我看这个月月底啊，连着几天都是好日子，4月30号这天就特别好。我想带着我父母还有媒婆上门提亲，您看行不行？行，我也觉得4月30号这日子挺好。那这样，婶子，那咱就定4月30号。成。啊，那我就先走了啊。王大姐，我听说你县城那个特有本事的新女婿来家里了，我回来啊带了一刀肉，家里还有一坛子好酒，王大姐，您都拿着，晚上啊好好招待新女婿啊。涂师傅，您特意上门找二柱是有什么事儿吗？嗨，没什么事儿，我就知道家里来客人了，就来凑个热闹哈。哎，涂师傅，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东西啊还是拿回去吧。黄大姐，你看看你，怎么还记上仇了呢？之前的事儿都是误会，说开了不就好了吗？那金镯子的事儿，是我猪油蒙了心，我的错。这我不也是被我们家那败家婆娘给骗了吗？道歉就不用了，上次那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两家人心里都有数。虽然我不知道你找二柱到底想办什么事儿，不过你来晚了，他吃完午饭就走了，这会儿怕是已经到家了。哎呦，这怎么就这么不凑巧呢？你说。妈，趁着天色还早，我想去趟县城。都2点多了，你去县城干啥？这一来一回得5、6个小时，等你回来天都黑了，走夜路可不安全。没事儿，我这有手电筒呢。这家里的小猪仔不是长结实了吗？差不多得阉割了。这过几天家里不是忙吗？我就想，趁着这几天有空，我去县城里找个兽医站，我再约个兽医，把家。长贵，你那小猪要阉割呀？啊，嗨，那你去什么兽医站呢？你都认识涂师傅那么多年了，我的手艺你不知道？这点小事不用那么麻烦，找我就行。啊，瞅我干啥？自己的事儿自己拿主意。哎妈，那也行。哎，好嘞，来，掌柜来拿着。哎，谢谢涂师傅。明天早上我带着工具就过来啊，就这么说定了，好吧？哎，我走了啊。好，哎，好嘞，涂师傅慢走啊。哎，妈，凤仙啊，我这辈子啊很遗憾，没有生出闺女来，全是臭小子。今后呢，你嫁到我们秦家呀，我一定把你当亲闺女这么疼。我保证4碗水端得平平的，保证不偏心任何一个。亲家，这是穷家的一点心意，你先看一下，如果有哪里不合适的地方，今天当着两家的面，尽管提出来，咱们还可以再商量。哎，这是这是我们给二柱准备的彩礼钱，你看这个数可还合适啊？
这个收的彩礼我们自然是没意见，不过什么？不过这存单上写的毕竟不是我家凤仙的名字，他就算手里拿着这张存单，钱也取不出来，对吧？哎呀，亲家，这没关系。二柱正好呢，他今天有空，就能带凤仙去县城买2身新衣服，再逛逛街。要是凤仙呢实在不放心呢，就让二柱顺便带他去趟银行，把这彩礼钱取出来，直接存到凤仙名下便是了。妈，不用这么麻烦，这存单上写谁的名字都一样，我相信二柱的女人。难怪大家都说凤仙这个孩子温柔体贴，最是善解人意了。我的意思是呢，就尊重凤仙的意愿。反正这个存折呢，给到你们小两口手里，将来是用在你们小两口身上。这个肉都在一口锅里，写谁的名字都一样。照着亲家的意思，只要肉都在一口锅里，就都一样。那将来凤仙跟二柱要是生了孩子，照理说都是他俩的亲骨肉，那是不是跟谁的姓也都一样呢？这彩礼秦家愿意给，我们就收着；秦家要是不愿意给，只要小两口乐意，我也没二话。我们不图别的，单就相中了二柱这个好女婿。但是谁家给彩礼往存单上写婆婆的名字，都有点说不过去吧？叶红最近可能太忙了，疏忽了，他肯定不是故意的。正常情况下，谁会在彩礼存单上写自己的名字？婶子，这张存单我能看看吗？你自己看看吧。二柱啊，你觉得这件事儿怎么办更妥当？婶子想听听你说。婶子，其实我觉得我妈说的对啊，反正都是一家人，这存单写谁的名字那不都一样吗？哎呦，亲家母，我这个儿子说话就是太直了，亲家母你多多包涵哈，千万别往心里去。妈，你听我把话说完嘛。凤仙，你今天下午有空不？有。那正好，咱上趟县城，先把眼前的事都清一清，咱把彩礼全都取出来，存到婶子名下，这是单独给你的。以后结婚啊，咱也有房住，工资我都正常上交啊，也用不上这笔钱。这笔钱啊，也让婶子帮你单独存起来，你以后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们秦家人啊，也没权过问，也包括我。你是说，这个钱取出来放在我妈名下？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凤仙，我做错什么了吗？不是你别哭啊！以后咱们这个小家就你说了算啊！黄大姐，在家的吗？这个涂师傅他到底有什么事儿，非要找秦二柱不可呢？涂师傅特意登门是有什么事儿吗？今天家里有客人，不太方便。您要是有什么事儿啊，就在门口说吧。嗨，没事儿没事儿，我呀就是知道家里来了贵客了，特意拎个猪蹄儿过来，给家里呀添道硬菜啊。那个凤仙，凤仙在了吗？凤仙，二柱在吗？涂师傅有点小事情，找二柱啊请教一下。哎，没事，你先坐着，我出去看看。涂师傅，有事你就直说，一会儿我还有事呢，还得赶紧去趟县城。哎，行，那我长话短说啊。那个，听说呀，最近县里在组织人考什么，兽医资格证。二叔啊，你听说这事儿了吗？怎么，涂师傅，你也想考个证啊？对，我呢确实有这想法。我最近听同行说呀，考这个证将来用处大着呢。二叔啊，你应该也知道，我们涂家呢祖祖辈辈都是干这个屠户和兽医的，那技术是杠杠的，考个证啊绝对没有问题。二叔啊，你能不能给找找关系啊？
什么人呐？现在正在说亲呢，村里就该有人登门让二叔帮忙办事儿。若今后结了婚，那还有完没完？阿珠啊，你看我跟凤仙啊，那是老乡，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个你要是有关系啊，你就帮我一把。再说了，这我要是能考下这证来，你那小舅子不还在村里养猪的吗？那保不齐要找个兽医什么的，这不也方便多了吗？啊！阿柱，你先回屋。你是黄家村的人，三元村的事儿不用你多费心。将来你跟凤仙结了婚，那也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哪怕是凤仙4个兄弟的事儿，都不用你管，更别说是外人。哎，婶子，涂师傅要是有什么难处，可以去找村干部帮忙。今天是我家凤仙的好日子，你来我家搅什么浑？你这忙我们帮不了，你带着东西请回吧。婶子，我跟凤仙结了婚，我也算半个三元村的人了。三元村上的事儿能帮，我一定尽力就帮了。不过涂师傅，我得给您提个醒，考证的事情可不是这么简单啊，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具体的要求和流程，我先去问问。你先回去等我消息，下次再来三元村的时候啊，我一定给你个准信儿。好嘞，来，拿着。那我就先回去啊，我等您准信啊！别送了，走了啊！婶子，刚才我贸然答应帮涂师傅问问考证的事，您不会生气吧？说实话，婶子不想搭理他，但我也知道你有你的考量，我不生气。不过二柱啊，你能力越大，肩上的担子也越重，切忌量力而行。你好心帮助别人是出于好意，但有的人啊，他就不值得帮，就算帮了，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哎，二柱，你眼睛怎么了？啊，婶子，可能是进灰了吧？婶子，我爸妈总跟我说，上面一个哥哥，下面2个弟弟，在农村干活不容易，都是一母同胞的兄弟，让我能帮就帮着点儿。这么多年了，婶子，您还是唯一一个关心我累不累的人。好孩子，往前看，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婶子，我也相信。其实，我第一眼看见凤仙的时候，我就觉得她是个温柔善良，是个好姑娘。您放心，我跟凤仙结婚以后，我肯定好好待她。婶子相信你。哎，对了，婶子，以后啊，碰见涂师傅这种人啊，能远就远着些。万一他主动找上门来，咱能静就静着点，千万别惹他。二柱，你为什么这么说呀？我看人还是比较准的。涂师傅这个人性格比较偏激，他不信鬼神，做起事来啊，估计也没有边儿。以后啊，咱能帮着点，能让就让着点，归根结底啊，也是对咱自己好，不是？呀，那刚才啊，婶子，您也别往太坏的地方去想啊。毕竟涂师傅现在还要求进步，他还是一个有憧憬未来、是有理想的人。我估计他一时半会儿啊，也干不出来什么太出格的事情。哦，也是。啊，那这样，婶子，您先忙着，我先去后院看看。哎，好。哎呦，这真是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常武穿上这新衣服啊，就是不一样，我差点没认出来。今天这事儿啊，辛苦彭媒婆了。哎呦，这事交给我，你放心。哎，走。妈，那就是我打算买的旧房子，那儿离小满学校近，正好用来做新房。
这小子还真是有点运气。我记得上辈子房主的房子没卖出去，过2年正好遇上道路规划要拆迁，补偿了好大一笔拆迁款。没想到这回被他给相中了。那边。这常武啊，是真心想娶小满。你们看看这彩礼钱给多少合适？你们宋家的心意呀，我们心领了。这2个孩子的亲事嘛，都好说。不过这彩礼，我们林家就决定不收了。不收彩礼？哎呦，亲家，您这话说的，我家常武啊是一心一意、真心来求娶小满的。这2家人定亲，怎么能不谈彩礼呢？要不这样，你们先看看我们给的这个数合不合心意，剩下的咱们再慢慢谈，可行？哎，是啊，这彩礼呢，亲家你们先看一看，再考虑一下，有什么事呢，咱们接下来再说也不迟啊。不收彩礼这件事呢，是我们一家3口早就商定好的，不用再考虑了。亲家既然不收彩礼，那想必是还有别的想法。难得今天2家人都在，有什么话咱们敞开了聊，只要能提出问题，咱们都能努力想办法克服。亲家，你们也知道，我们林家就小满1个女儿，但你们宋家就不一样，有4个儿子。这宋家儿子多，这以后啊，孙子也会更多。所以我们就想呢，要不然就不收彩礼。这以后常武跟小满结婚后生的第1个孩子呀，跟我们姓林，可好？所以你们林家的意思是让我家常武入赘当上门女婿？亲家，你误会了，我们不是想让常武入赘。入赘对于一个男的来说，名声多不好听，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只是想让小满生的第1个孩子姓林，将来呀，请我们林家延续一下香火，没别的意思。常武，你是咋想的？宋常武，你是不是改主意了？你不是从小就跟我说，长大以后什么事都听我的吗？这将来生出来的第1个孩子，姓宋还是姓林，那不都是你自己的孩子吗？又有什么分别？妈，你说呢？你自己想清楚就行，我没意见。听常武说，亲家的意思是希望将来小2口结了婚，还能住镇上。哎，我们是这样想的。这也好办，常武已经选好了宅基地，要是没有其他问题，咱们2家就先把常武和小满领证结婚的日子给定下来，然后我亲自看着他，争取早点把结婚之后要住的新房给建起来。亲家，我觉得不用这么麻烦的。你看我们家这么大的房子院子，随便收拾1、2间出来当婚房啊，是没有问题的。与其让常武大费周章的买宅基地盖新房，倒不如直接住到我们林家来。你们看怎么样？说的好听，不要彩礼，孩子跟女方姓，结婚还住女方家，这不就是入赘吗？阿姨，这我可不能答应你啊！哪有女的出嫁了还带着女婿住娘家的道理啊？那我们老宋家，就算条件再不好，那也不能穷到住岳父岳母家里吧？宋常武，我都已经答应嫁给你了，你莫非是想临时反悔不成？小满，咱们不都说好了吗？结婚以后就搬到镇子上去住，那你也没说结婚以后住到娘家去啊！我堂堂一男人，我在外面那要脸的，别人怎么说我呀？住在镇上和住在我们林家那又有什么分别？你自己买了旧房子，拆了重建，那还要花费一大笔钱。你要是真能拿出这一大笔钱，倒不如去县里学一门手艺，将来好养家。常武，小满也是为你好。你想一想，若是你搬到镇上来住，再回3元村大队下地挣工分，那肯定是不方便的呀，对吧？你倒不如趁现在呀，手里有点闲钱，找点门路，学点本事。你总不能等结婚以后，指着自己的媳妇儿养活你吧？亲家，你觉得呢？这日子将来终究还是要他们自己去过，我尊重常武的选择。宋常武，你跟我出来一趟。
叔叔阿姨，就按你们的意思定。那既然条件都谈妥了，咱们就选个好日子，争取尽早帮小两口把婚事给办了吧。小满的工作呀挺忙的，我们的意思呢是等年底小满的工作步入正轨以后啊再办婚礼，而且有这半年的时间呀，足够常武去学一门本事。我们也希望常武啊能学有所成，这以后啊也能成为小满的依靠，我们做父母的也就放心了。那是叔叔阿姨，我早就跟我小舅子说好了去学大车去，这以后啊一定学好本事啊，将来不会让小满受委屈的。10月份高考就要恢复了，到了年底这事儿能不能成还不一定呢。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先跟着师傅去学本事吧。妈。你在镇上看中的那座老房子呀，该买还是要买，要尽早。我看那个位置真的是很好，不管是将来建房子自己住，还是买了先放着，都不会吃亏。妈，我跟小满都说好了，不买房子了。你是不是傻？那房子买了又不会吃亏，你就算现在不住，将来也不住，但是那个位置真的合适，价格又不贵，就算买了先放着也行啊。万一将来镇上开始规划修路什么的，又或是有什么其他的变动和安排，刚好从那儿穿过，意外赔你笔巨款呢。妈，你说的那些都太玄乎了。哎，你要是相信的话，你把那老房子买下来呗。我是怕将来那房子被别人给买走了，你会后悔。妈，不后悔，只要是小满说的，我都不后悔。行吧，你自己想好了就行。你不买，你妈我可就买了。走，回家。不会那么邪乎吧？那刘寡妇可比他大了那么多，白天要是遇到了，都该叫他婶儿了吧？哎呀，什么婶不婶的嘛，既不是亲戚，又没有血缘关系，八竿子都打不着。一个呀空虚寂寞，一个血气方刚，呸，想上就上呗。哎，也对，昨天晚上下那么大的雨，要不是半夜隔壁邻居起来上茅房小姐，谁又能想得到呢？快去快去！这俩人今天怎么招呼都不打了？婉晴啊，你家常务这是出啥事儿了呀？怎么2天没见到他了？他呀，前几天跟着车队的师傅跑车去了。哎呦，老天爷呀！你家常务这是要有大出息了。奶奶，二叔干啥去了呀？啥是大出息了呀？妈，二哥去哪儿了呀？怎么感觉有大半天没看到他了？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你问这个干嘛？你二哥的事儿跟你有啥关系？我这不关心一下二哥怎么了？你要是真关心你二哥，怎么连外人都知道常武出去了2天，你这个亲弟弟倒没发现？宋长富，你昨晚一晚上没回来，上哪儿鬼混去了？啊，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昨天上山砍柴去，结果下大雨了，我找个老房子躲一下，结果一睡，天亮我不就回来了吗？我。哟，亲家，今天怎么过来了？凤娇，去泡茶。哎，婉晴妹子，不用麻烦了。我们今天来了，说几句话就走，不多留。今天特意找了彭大姐陪同，就是来商量退婚一事的。这些呢，就是这几个月你们送过来的礼，你们清点一下，差了什么我们补上就是。亲家，这好端端的怎么就突然要退婚呢？有什么事儿咱们都好商量。尤其是现在我家常务也不在家，一直都在外面跟着跑车，个把月才回来一趟。这最退婚这件事就不用说了，我们退定了。现在就是看看你们男方对于退婚一事还有没有别的诉求。毕竟是我们悔婚在前，两家人好聚好散，别影响了2个孩子的名声。林老师，我家常武这孩子懂事明理，勤奋上进，也不是娶不上媳妇儿，非要赖着你们家小满。可是现在亲戚朋友都知道他们订了婚，你们说退婚就退婚，至少也要给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否则也欺人太甚了。黄婉晴，你说我们欺人太甚，我说是你教子无方。说我教子无方，你们生的又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家常武样样都拿得出手，倒是你们教出来的，看似喝了不少墨水，实则自私自利，满肚子算计。还是当老师的人呢，东西都穿过用过了，还好意思退回？真是有辱斯文。走。有话好好说吧，这都是一个镇上的人，今后抬头不见低头见嘛。哎，妈，你先别生气，我二哥这段时间也没在家，兴许林老师他们骂的不是我二哥呢。既然走到这一步，今天就把话说清楚。今后桥归桥，路归路，井水别犯河水。婉晴啊，这事儿啊，他也不怪常武，就你们村的刘寡妇啊，昨天去林家大门口闹，说女方家心术不正，扯着订婚的幌子占着坑，拖着不结婚，害得宋家俩儿子啊结不了婚，骂得可难听了。死鸭子嘴硬，还不承认自己教子无方。我好好的闺女，镇上谁见了不叫一声小林老师？凭什么要去跟那个人尽可夫都能当她婆婆的人当妯娌？不是，什么妯娌啊？常武的婚事跟刘寡妇有什么关系啊？宋春林，你个王八羔子，你又整什么幺蛾子？不是宋春林，是常富，他跟刘寡妇。啊？爷，你慢点儿。妈，不好了，二哥和三哥打起来了。常武啥时候回来的？他俩怎么打起来了？二哥一回来就去了林家，知道被退婚后就去了刘寡妇家，谁知道正好看到三哥提着裤子从刘寡妇家里出来。三哥说二哥被退婚是他指使刘寡妇去干的，谁让他抢了他学车的资格呢？然后二哥和三哥就打起来了。打就打吧，反正常富也打不过常武，挨揍也是他活该。没有，挨揍的是二哥呀！啊，三哥什么时候能打得过二哥了？是大哥大嫂，他俩拉偏架，两个人跟着三哥一起揍二哥呢。我去看看，常贵去请村长。哎，走。宋常武，你明知道我想学开车，还偷偷摸摸的抢掉了我的名额，有你这样当哥的吗？啊，有你这样当哥的吗？撒手！算了！撒手！你凭什么打我？是他抢了我的东西！行了，我呸！二柱当初明明白白告诉你，你学车得靠他，你倒好。二柱上门提亲的时候，你当着全家人的面冷嘲热讽，人家涂师傅都知道听二柱的劝，为了考证，一有空闲就熬夜背书。你自己不争气，怪得了谁？妈，你打常文干什么呀？宋常文作为兄长，不仅不关照弟弟，还为了一己之私殴打自己的亲弟弟，这种畜生不该打吗？妈，我没有，你冤枉我。没有，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点心思，你们就是惦记上了宋长富那间房，想等他搬出去之后，把那间房腾出来占为己有。黄婉琪，你可真不要脸！你好意思这么说大哥？将来我出去，我那间房就给大哥大嫂给侄子，怎么了？反了天了啊！敢这么跟你妈说话，我先去。妈，这么多人了，妈，哎，你没事吧，常富？别打了！我是他婶子，有什么话就不能好好说，干嘛非得动手啊？我是他妈，亲娘管教儿子，天经地义。大哥大嫂为了儿子，难道就是自私自利了？你只要对你有好处的儿子，没出息的全部撇开，你难道不是自私自利啊？闭嘴！你个畜生，自己偷奸耍滑，整天满脑子歪门邪道，还有脸怪别人！呀，妈，怎么说妈的？哎，这不是你是吗？别人家的老人都是为了子女着想，我不知道我和大哥造了什么孽，遇上你这个薄情寡义的妈，只为了自己的好日子。我没你这样的妈。好，你不认我这个妈，我也没你这个儿子。正好村长在，今天我们就签断亲文书，从今往后断绝母子关系。签就签，这个家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大婶子，你可得想清楚了，这断亲可是大事儿啊！一旦签了字儿，你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我想清楚了，留着他还指不定干出什么荒唐事连累兄弟姐妹呢。今天这个亲必须断，我不会后悔的。黄婉琪，你记住了，等有一天我富贵了，你别舔着脸来求我。既然文书已经签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赔偿的事儿吧。什么赔偿？你们3个把我儿子常武打成这样，就想一走了之？你想怎么样？医药费、误工费加起来，你们一家赔100块。黄婉琪，你疯了！你这是想钱？不想赔啊？你们殴打常武，这么多乡亲可都是亲眼看见的。不想赔钱，那我们现在就报警。不赔钱，你们就去坐牢。啊，不行，我们不能坐牢了。我们要是坐牢了，要是怎么办啊？不行的啊！妈，我们没那么多钱啊。怎么不想赔啊？妈，我们愿意赔偿，但是能不能以后给你啊？你看我们现在钱都没有，我以后保证能给你的。行，那现在就打欠条。欠条啊？我们都是一家人，不需要打欠条吧？哎，你说对吧，耀祖他说。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你们打我二哥的时候，怎么不说是一家人呢？是100块的欠条，还是报警？你们自己选。欠条，我们打欠条。我没那么钱，我也打欠条。慢着，我允许他们2口子打欠条，是看在一家人的份上。你又是什么身份写欠条？妈，我可是你亲儿子，你不忍心让我坐牢吧？别乱叫人啊！我已经不是你妈了，别忘了，我们可是刚签了断亲文书。行，我是打了你，但是你也打了我，大家都看到了。你要报警，我也报警。我打你的时候，我还是你妈，亲妈教训儿子天经地义，到哪儿我都占理儿。今天你就是说破天也得赔钱，不赔钱就去坐牢。100块我有，我替产妇赔。不过产妇啊，你答应我的事儿，里面坐，里面坐，先坐着喝会儿茶啊。婉琪啊，宋长富还真娶了刘寡妇。那刘刘也不傻，是带着宋长富去县里先领了证，才肯掏的100块钱。哎呦，他还真有些手段。可不是，嗨，管他跟谁结婚呢，反正以后都跟我没关系了。也对，今天是封建大喜的日子。不提晦气的事儿。对，二哥，你想开一点，一个林小满抛弃了你，那千千万万个林小满在未来等着你。前提是你得自己争气，不然就算结婚了，那不也得离？哎呀，我知道要想开点，可我就是放不下呀。哎呀，你放不下你就慢慢放。我告诉你啊，今天可是大姐大喜的日子，你可别蓝了个脸。笑笑。笑，哎，姐夫来接亲了，快快快，来了，走走，哎，进来了进来了，咱们女婿冲进来了，姐夫，给我，给你一个，你的快，给你了，多说一句，来，哎，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这多热闹啊，这多好啊，哪里不对劲了？怎么一直没看见宋春林母子俩？妈，看我抢的大红包！乖，啊！舅舅们来了吗？来了，早就来了。外婆带着5个舅舅还有表哥，他们早就来了。不过舅舅不愿意进屋，外婆也不愿意看见奶奶。来了之后就住在隔壁赵婶家了。你现在过去跟大舅说，让舅舅和表哥们先别走，听着点这边的动静。要是听见这边不对劲儿，就赶紧过来帮忙。你爸跟你奶一大早就起来了，到现在都没露面，我怕他们又整什么幺蛾子。今天早上我看我爸就出去了，没准啊是趁乱鬼混去了。哎，不过奶奶我还真没看见。我早上帮大姐梳完妆之后，在这前屋后院转了一圈，也没看见奶奶。不过她房间上锁了，应该没在家吧？不管他们。你先过去
把我刚才交代的话转告舅舅。只要你姐今天能顺顺利利的出嫁，别的都好说。好嘞，我去了。你也别多想，宋春林若是敢有意见，早就提出来了。再说了，凤仙是他亲闺女，宋家今天的亲戚基本上都来了，他不至于今天敢闹事儿，把自己的面子扔在地上踩吧？小兰，咱们都做了这么多年邻居了，宋春林是个什么狗东西，你还没看清楚？也是。奶奶，你咋啦？秦家小子，你要把新娘子接走没问题，先把彩礼拿出来。这什么情况？这男方都上门接亲了，这彩礼还没给啊？就是啊，这婚能不能结？妈，奶奶这是……没事儿，奶奶老糊涂了，跟你开玩笑呢。常武、常贵儿，把奶奶连椅子一起搬到客厅去。哦，看你们敢！我可是你们亲奶奶。我劝你识相点儿，别给脸不要脸。你今天要是敢坏我闺女的好事儿，再拦门要彩礼，我会让你跟宋春林两个人有命如命花。你知道的，不敢说到做到。常武、常贵儿。还傻愣着干嘛？赶紧接亲吧，别误了吉时。哎，妈，慧贤，抱紧我，我带你回家。好，回家了。放下来，放下来！老子一分钱彩礼钱都没有拿到手啊！你就想娶走我精心养育了23年的大闺女，门都没有！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谁才是一家之主！女婿别慌，今天有妈在，保证一切顺顺利利的。谁才都没用！哼！我们来了，小林，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哎，我们哥兄几个在隔壁等了半天，也不见你这个妹婿过来打招呼，原来你躲在家里边啊！我们今天看在妹妹的份上，一定好好照顾你。走，跟哥进去喝2杯。走走走，有什么提起的话呀，咱们回屋好好说。你们黄家人干什么？谁要跟你们喝酒？放开我！救救我！快来救救我！秦二柱一分钱彩礼钱都没给，不能够让他背着我闺女踏出这个家门！哎呀！什么？你们那边？哎，放下！放开我！干什么？大喜的日子想插手别人家家事啊！二柱和凤仙的婚事是我这个做舅舅亲自牵线做的媒人，有没有收彩礼我还不知道，我妹妹婉清还不知道。可是春林他说了啊，他手里真的一分钱彩礼都没拿到啊！这凤仙毕竟是宋家的闺女，这父女一场，结婚那么大的事儿，明都不明一下，这不太妥当吧？啊？谁说凤仙是宋家的闺女啊？我们离婚的时候分说的清清楚楚，凤仙早就已经改姓黄跟我姓了。如伯啊，我们家的事儿你还是少掺和吧。知道的你是热心肠，多管闲事儿；不知道的还以为宋春林是你亲儿子呢。黄婉清，你少在这胡说八道，搬弄是非！哼！你这糟老头子，你还上门要彩礼，这么伤天害理的事你能做得出来？不怕受报应啊！我问你，咱家孙女还要不要嫁人了？走，跟我回家去！丢人现眼的东西，走，跟我走，走，丢人现眼！我说你们都在干什么啊？闲着没事儿干是不是？哼，我看今天谁敢再站出来闹事儿，我就把名字给他记下来，以后下地里干活啊，都给他记6个工分。走走走。好孩子，快去吧，别误了吉时。今天出了这个门啊，其他的人和事儿就都跟你们没关系了。你们小两口关起门来，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比啥都强。妈，
您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凤仙，珍惜她，保护她，绝对不会让人欺负她。好，抢红包喽！妈，我也来帮忙。你也忙一天了，先回屋歇着。行，那你有事叫我啊。好。是谁？是谁弄的？妈！好闺女，先别着急啊，先清点一下，看看少了啥。你放心，妈一定替你做主。别让我知道是谁进了我的房间，偷了我最爱写的笔记本和书，我一定锤死他！凤娇，有没有丢什么贵重的东西啊？如果有，咱们赶紧去报警。这倒是没有，我贵重的东西都在我妈那儿呢。这谁干的呀？真是缺德！今天下午家里压根没来过外人，除了他，还能是谁干的？走，死老太婆，我弄死你！今天下午是不是你撬了凤娇房间的锁，进去做贼翻东西？哼，少冤枉好人，我才没有。那2个赔钱货的房间，除了几本烂书，啥都没有。谁算你的？我才没那么傻。那你敢不敢发誓？发誓就发誓，我还怕你不成？我发誓，没有就是没有。就这啊？那你敢不敢发誓，如果你今天说谎，撬锁进了凤娇房间偷东西却不承认，那你的列祖列宗在地下也不得安宁，公公夜夜入梦来找你说话，你的晚年孤苦无依，不得善终。黄婉晴，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些什么？当着儿女们的面，竟然说出这么恶毒的话，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我行得正，坐得端，既不偷人，也不起事实说谎，我怕什么天打雷劈啊？你个死丫头，就是个赔钱货！我亲孙子都要挤着住，他凭什么在宋家有一个带锁的单独房间？我是他奶奶，撬个锁怎么了？你之前带头的时候，他还仗着你的事翻了我的房间。哼！你和我儿子离婚的时候，背地里昧了多少钱和东西？别以为我不知道。哼！反正我什么都没拿，你们今天就是报警，也赖不到我身上。大不了我把这条老命豁出去赔给你们，来呀，你们来呀！有本事就像打你儿子一样扇我巴掌啊！你看我敢不敢去你们黄家村把祠堂哭倒？到时候我倒要瞧一瞧，你们黄姓家的闺女，连婆婆都敢打，谁还敢娶她？没事儿，你承认了就好。你们不是离婚了吗？有本事你明天就搬出去！带着你这个拖油瓶，给我滚！这宋家的每一间房、每一寸砖都是我的，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种你们就别住！你会后悔的。妈说过，今天一定帮你做主。妈说到做到，跟我来。哎，你们站住！你们要干嘛？站住！哎呀，你们砸了东西就不能够再打我了呀！啊！哎呦，造孽呀！真是造孽呀！你，哎你站住！你个死丫头，把东西还给我！哎，站住！死丫头，你给我站住！你个死丫头，你是杀千刀的，你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哎呀，我不活了！去！哎呀，我说奶奶你就别瞎折腾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把妈气走了，到时候你别想我跟常文在里面当牛做马。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就跟爸一起过吧你。哎呀，老头子，你看看，这
这就是你们宋家的孝子贤孙。你先走了，都是享福。婉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那俩老是作妖，如今搞得凤娇都没办法安生读书了。别担心，妈有办法。前阵子呀，你二哥在镇上看上一个旧宅子，没买成，妈给买下来了。昨天妈已经跟你外婆和舅舅们说好了，今天就搬进去。以后到了新家，你自己的房间就自己做主。真的，太好了！婉晴，我们来了。哥，你看厨房里的锅碗瓢盆要搬吗？搬。好。哎，这里鸡鸭兔子这些谁的？16只鸡，8只鸭，还有6只兔子，都是我的，全都要。好，好吧。那锄头、镰刀、箩筐、柴刀还有斧头这些呢？那一堆都是我的，都要。好。粮食呢？那边还有半仓粮食，还有黄豆、笋干、豆角干，都是我的，1粒米都不留。哎，对了，婉晴，那会儿菜呢？青菜全都拔走，还有大蒜、小葱、韭菜，连根带土一起挖。行。兔子，这是这。妈，你要搬去哪儿啊？你要回黄家村啊？你问这么多做什么？怎么，你妈搬家，你还准备随份子不成？妈，你把鸡鸭兔子搬走了，要子怎么办啊？他还那么小，每天帮着家里抓蚯蚓、喂鸡喂鸭的，也不容易啊。他也是你的亲孙子，要不还留姐这？他帮我喂鸡，我不是每天都给他吃鸡蛋了吗？妈，那你把菜都拔走了，你和小妹2个人吃得完吗？我们在家里的人吃什么菜，也不能光吃饭吧？你们吃什么菜关我什么事儿？你平日里不是喜欢往娘家跑吗？我喊你帮忙松土拔草，你说没空，扭头就跑回娘家帮忙种菜。那你回娘家摘去。我，妈，妈。就算我搬走了，那2个房间也是我们的。要是我下次回来发现房间的门锁被撬开了，我就直接请人把那2个房间的墙砖全拆了搬走。妈，这是整，去他妈的！婉晴，咱们可说好了，以后我也去镇上买块地建房子，咱们还做邻居。好，我等着你。小妹，上回你说在镇上买地的事儿，爸妈呀都给我们商量好了，听你的，我们都在镇上买地，到时候爸妈搬过去和你一起住。好，那咱们现在回家。好，回家。回家喽！走了，走。不错。